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友谊路对抗赛比赛继续。我认为全世界私密性最好的饭店就是杀猪菜。你谈商业项目，你都上不去人那桌啊。那桌俄乌战争，那头中美关系，那头中东局势，你只谈钱。我曾经问过李哥，这个死飞的全称是不是死得飞快？他说不是，是死于非命。做头等舱压力很大，我觉得我不配那种无微不至的服务。把空姐会蹲下来，先生给您拿拖鞋，先生给您拿的水果，先生给您拿的毛巾。我说我是不是得癌症了？你给我拿点靶向药好不好？恭喜陈数0.7直接晋级，就立马买了一张机票飞去了云南大理。因为2023年的时候，刘亦菲和李现那个电视剧特别火，我去了。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刘亦菲不在。凌晨3点到的目的刚到，狗开始狂叫，我姐就让狗别叫。狗一听到别叫，狗叫的更凶，我姐一把捂住狗嘴说：“应该是爷爷奶奶来接我们了。”逼着医生出来跟大师抢人。啊 ，Doctor 硬刚 Master， 你看完了 Doctor 回头还再去看 Master， 你就是吃饱了撑的。搞得 Doctor 发完 paper 回头还得当个 TikToker。恭喜黑灯普拉斯直接晋级，我们下一期精彩继续。欢迎大家回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欢迎大家。我们马上就开启的是我们第3赛段，叫友谊路对抗赛的第2场，也是下半场。上半场的赛况是非常的激烈，这一轮32个演员的晋级名额是22组，希望各位加油。开始之前，还有好朋友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那第一组即将出场的3支小队会是谁？掌声欢迎豪门四海小队的小海门呛，欢迎来自谢谢大王小队的谢谢安全出口，欢迎黄岛求生小队的徐指导杨子儿。第一轮要进行对决的是小海安全出口徐指导。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就是我身边这一群大老爷们儿中唯一的女生，掌声欢迎小海。谢谢，你们的热情让我以为我已经拿冠军了啊！这样看喜剧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们很多脱口秀演员都有病，对吧？你看有焦虑抑郁的 ，ADHD 的，还有超雄的。我也有病，我前一阵儿确诊了强迫症，不用担心不严重，我只是小强。然后但我有很多奇怪的症状，有时候我都感觉我有点强的可怕。我有一个症状，就是我总会反复检查。我每次坐飞机都会反复检查手机有没有调成飞行模式，再检查电脑，再检查别人的手机。有一次我直接跟旁边人说，我说您手机麻烦调成飞行模式了。他说怎么空姐还有便衣呀？我还有一个症状，就是我特别害怕细菌，我拿很多东西都要垫一张纸。有一次我朋友来我家，我垫张纸开门，他说你干嘛？你是怕在家里留下指纹吗？他看我垫张纸拿手机，他说你这手机该不会是电子产品吧？对，我特别害怕细菌，所以我特别爱喷酒精，然后就算在家里也喷。你知道我家现在酒精浓度有多高吗？我现在在家里都不敢开明火。我就连骑共享单车我都得喷酒精，我特别庆幸我不会开车，不然查酒驾我一定会把酒精喷在酒精测试仪上。而且我也最近发现，真的很多人对强迫症都有一些误解。之前我朋友看到我的包，他说你包怎么这么脏？
你不是有强迫症吗？你不应该有洁癖吗？我说我只是害怕细菌，但我不爱干净。保洁来我家第一句话：美女，1年的活2小时干不完。我家只是细菌少，但是垃圾多。我家就是一个无菌垃圾场。我妈经常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没事别总在家做饭，家里哪有外卖吃着放心。”真的，我发现很多人都对强迫症有误解，很多人觉得强迫症就是爱干净，甚至我有朋友给我推了一款专门给强迫症玩的游戏，叫《清洁英雄》。游戏内容就是扫地擦桌子。我说别人都玩游戏当英雄，我玩游戏当保洁啊。人家选的英雄都是什么安琪拉、妲己，我的英雄不是张姐就是李姐。人的英雄都穿什么冰蓝丝绸战袍，我的英雄只能穿卡其色小立领。我觉得喜欢玩清洁英雄的人，可能只有威猛先生。除了误解，我发现更难受的是，没有人把强迫症当病。你看，你要是得了抑郁症，所有人都会关心你，跟你说你还好吗？我跟别人说我得了强迫症，所有人都跟我说我也是。我也爱看修驴蹄。你爱看切肥皂吗？就没有人把强迫症当病。你看，你要是在网上搜不同心理疾病，后边跟着词就能看出来。那你看，你搜焦虑症痛苦，抑郁症难过，你搜强迫症极度舒适。甚至在我确诊之前，我都没把强迫症当病，我一直都觉得强迫症就是笑点低。因为你看网上所有人都不开心，只有强迫症洗个地毯他就能狂洗。我以前我都不了解强迫症，我以前刷到强迫症狂喜啊，我一直都以为狂喜是强迫症的一个症状。真的，我说我也没狂喜啊，那我没病，我就是爱骂人。他们说那你是超雄。我发现就没有人把强迫症当病，就很多那种短视频博主发个那种什么切东西短视频，就说治愈强迫症，底下没一个强迫症说自己被治好了的，都是一帮正常人说我确诊了，好治愈啊。我说你凭啥就确诊了啊？我又是挂号又是测试，我好不容易才得上的病，你刷个短视频就确诊了啊？强迫症是什么低级的病吗？所有人都想来分一杯羹。就你凭啥强迫症？你评论里的滴的都打错了。更难受的是，强迫症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医生跟我说，现在最好的方法叫暴露疗法，就是你害怕细菌，你就要多接触细菌。我说我现在接触细菌已经够多的了，我还怎么多接触呀？啊，我看见小区垃圾桶我跳进去。我再买个公厕味的香薰。但我现在还是在尝试暴露疗法。我现在就跟我自己说，没关系，对吧？手机不检查没关系，骑车不消毒没关系，脱口秀没有底没关系。你们不投票有关系。开玩笑，不投也没关系，但你们最好不投也没关系啊，但你们最好能投个整数。谢谢大家，小海。谢谢小海，喜欢他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左票。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小海。如果万一从你这儿7开始倒数，你是不是会特别难受？还好，这个数数不太属于我的太大严重的症状。你聊的是那个相当于医学上一个正式的确诊，是吧？对对对。我特想知道什么算是一个标准。每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就是我就是反复检查。强迫症这个科普一下，很快，就是强迫症和焦虑症一般是同时出现的。啊，对。越焦虑你就越强迫。哦。就尤其触发你焦虑的场景，如果你出现过这个事儿，你就像我有一次吧，我就是这个拉链开过，所以我上台之前就会反复检查我的拉链，它其实是焦虑的一种，就反复就相当于又把你带回那个场景，然后就反复又加强，是吧？对对对。但是我有时候也有一点点，比如我演出的时候，我看到底下的一些观众穿衣服的颜色，我都想帮他归类一下。偶尔前排，你这可不是一点点了，这个还蛮严重的。对，但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去确诊。
有是腺大体，然后去医院，但我症状我基本上都知道，所以我去做那个测试时，我就知道这考试我一定能过。在家复习来着。因为真正的强迫症好像是很痛苦的，因为我身边有朋友严重的时候，他是会有惊恐发作，或者是他平时他的床别人不能碰，但是他自己很严重的时候，是他自己都不会坐到那张床上。说我都甚至说有点儿，有的时候。你怎么了呢？你的症状是？比如说我要回家，因为我，比如说这咱现在都捯饬好了，你不都得洗干净卸完了才能再上炕睡觉吗？是。如果说回家有没有这个，有一天回去停水了，然后我就在沙发上忍了一宿，我就没有上我的小床。啊，这算吗？去安定医院，安定医院。因为在北京是吧？宛平南路也行。啊，不是，还是希望您健康。希望您先来套真题，我做做。其实刚才我投票的意思是，其实想测试一下，因为我看任科老师没给，我说啪，我要给了，我们5个有一个没给，看你难受不难受。哦，结果我给了，他也给了，你看我讨厌这种随大溜。哎呀，他要给了我就不给了。他不是要凑个整数吗？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善意。对。哎，我最后问一个问题，你喜欢什么数字？我数字我都喜欢，我都喜欢。都喜欢。我喜欢5，因为5条人嘛。哎，所以我按了吧。高情商，行，谢谢小海，谢谢小海。哎呀，如此强迫又如此有大局观的朋友，很棒，很棒。谢谢小海的开场表演。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一组漫才，哎，脑洞很大，能量很高，掌声有请安全出口。我们的目标是拿冠亚季军。猫奶，一鞠躬，保佑我们这次走到决赛啊！这就叫谢谢大王。很开心拿到这届喜之王单火季的冠军，对，也是我们喜丹第一次出现双冠军。感谢喜丹能够让我有这次表现。那我呢，哥？拿到这次大王的，我呢？他功不可没。我也摸摸呗，我也摸摸。我可摸吗？你摸一下吧。啊，摸摸你，摸摸你，摸摸你。我好有威慑力啊！哎呀！我3-4零。安全出口进行30秒。我们要去打桌游了，开放麦已经结束了，现在是7点36分，不打桌游可惜了。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说3生3世十里桃花，提笔我画西游，黄巢中我指鹿为马，不破楼兰终不还。给甲方弄掉了。上老师他掉灯，你掉麦是吧？哎，摆正了，摆正了。没事，后期踢一个，后期踢一个。哎，完了，全完了，小海该难受了。来吧，来吧，做个自我介绍。哎，大家好，我是王灿。大家好，我是大队长。我们就是安全出口。加油！哎呀，今天下了很大的雨，但是朋友们还是来看了，说明大家是真喜欢脱口秀啊，喜欢。我也有点爱好，我喜欢去动物园啊，喜欢看动物。对，就是我到一个城市演出，我就会去一个城市的动物园啊。我现在甚至有点奇怪了，我开始喜欢领我的朋友去动物园玩，那不挺好的吗？就介绍动物园给他们啊。你想不想去动物园？行啊，我其实挺准备去过动物园了。我带你去一趟，带我参观一下。行。那么来个这个。好。你好啊，你好，恭候你多时了。哎，你好。我是园长啊，欢迎来到我们动物园。入园之前呢，我们要测一个体温啊，还挺严格。对，为了动物的健康嘛。哎，可以。不光是您，我也要测。我没问题啊，到您了。不是你擦完嘎吱，我擦我嘴啊！不好意思，您抬一下。你是一点洁癖没有啊？这准吗？不是，现在不是那种测温枪那种电子的吗？哦，有，不好意思，测温枪啊，B 53度，我是酱香的，我是。
哦，35度30，欢迎入园。我们园呢是我们国家点名的315景区，就是黑名单呗，咱们就是啊。黑名单，那叫3A 级景区啊。3A 级景区，3A 级景区。来，这是我们的电子地图。哦，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山林猛兽区啊，西伯利亚的老虎，哎呀，坦桑尼亚的狮子，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配套设施啊，咖啡店。对。这边的哦，右边啊，右边是我们的这个非洲动物区，而且非洲草原的动物。对。啊，那对面呢？对面啊，对面是企鹅。啊，那不去了，去年去过了。好看吗？没看清，人太多了，一下就给我挤出来了。没事啊，在我们这儿你想看什么你就自己划，想去哪个区？行啊，这是哪？这个区啊，这是我们这儿最热闹的区，是吧？静安区。划哪儿去了？划慢点啊，从这儿往前走右拐，动物表演区。我们现在可都拒绝动物表演啊。先生，您误会了，我们这儿动物表演区不是我们训练动物表演啊，是哪个动物想演哪个动物去演。哦，就是网上那种什么动物硬要表演，能这么理解，很好笑。看看啊，好，欢迎大家来到安全出口大马戏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动物表演了。首先第一个动物是我们的狗熊骑车。这狗熊骑车不哪儿都有吗？举啊，狗熊骑电动车呀！干啥去了？没事，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是鹦鹉学舌。鹦鹉学舌挺有意思啊。学哪个舌呀？动物学呀，动物园里有。不爱看没关系啊，我们看我们的压轴动物孔雀开屏。孔雀开屏不也哪儿都有吗？大哥，喝孔雀开啤酒啊！不喝，孔雀开屏，别吹了，别吹。东北孔雀呀，挺好。不看了，干啥呀？不，你这动物太奇怪了，不看了。不爱看没关系，我带你去我们的这个未开发的项目啊，一个野外探索区，还没开发。对，就是测试阶段。哦，怎么样？什么是野外探索区？哦，野外探索区就是我们完全模拟一个野外的环境啊，把动物放进去，让动物在里边野蛮生长啊，就模拟那种非洲草原。没错，这个好啊，想看看？走。但入园之前呢，还是要穿戴一些专业的装备嘛。啊，户外的装备，穿上。啊，这个是什么？冲锋衣。对的。来，还有这个，冲锋裤、冲锋裤衩。啥是冲锋裤衩？防风的。我裤衩要什么防风啊？我放个屁不全兜里了吗？哎呀，穿上吧，有总比没有好，是。啊，欢迎入园。这个区呢有非常多的稀有动物，想看什么直接告诉我就行。我这次来动物园主要想看那个，那个叫啥？就是网上特别火，就是那个，情绪特别稳定，特别温顺，哦，特别懒，你咋碰它都不动啊，知道？我爸，你爸，我上野外探索，你爸，那是不对，那个叫什么？哦。卡皮巴拉，有，是不是？有，找一下。它的脚印和别的动物不一样。哦，这个就是瓦达西蛙的脚印。卡皮巴拉，什么玩意儿瓦达西蛙啊？看你脚印干啥呀？我呀，顺着这个脚印找就能找着它了。哦，这挺有意思，你知道吧？先生，你这个腿这儿这2个红点是什么红点？你被蛇咬了？我被蛇咬了。你被蛇咬了呀！被蛇咬了！哎呀，你怎么能被蛇咬呢？我怎么能被蛇咬？我就穿个裤衩，我能不被蛇咬吗？我咋办呢？这个，你笑啥呀？笑是生活的解药嘛。你别跟我搞抽象了。来，你把毒给我吸出来！来，吸出来！吸毒犯法呀！是一个吸毒吗？我给你问问人行不行？赶紧给我问人。豆包，为什么豆包？医生没有医生吗？医生，喂，医生，我们这儿有个病人，他在野区被蛇咬了。什么形状？个不高，黢黑，像东南亚人。蛇什么形状？说我干啥？蛇什么形状？蛇咬完蛇就走了呀。哦，行，那个医生说他一会儿找工作人员送药，您不要着急。有药是不是？有药，赶紧给我送过来啊！不好意思，我出去肯定投诉你们，你们等着吧。我真服了。你怎么了？我不知道，有点困。不能睡啊！不能睡！没睡，就让你打死了。好像有野兽过来了啊！
好像是熊啊！不是，怎么还有熊呢？这有块熊啊！快跑啊！哎，跑有什么用啊？啊，傻呀你！他有电动车。不对，他没电，不这咋办呀？这你装死就行，装死。哎，药我给你放这儿了。送药来了，够了呀！谢谢安全出口。喜欢这段漫才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们投票，请左票。结果真的能量很足啊，很精彩，非常好笑，非常好笑。谢谢。对，因为动物园是一个很平常的园嘛，对不对？大家都逛过，大家要写这个很平常的是很难的，对。你们下次可以写一下植物园试试。什么？子母园就是植物园，我演植物人啊，活人变大树。然后上一期我看了他们就是那个麦掉了，然后现挂呢，我觉得就是舞台经验特别丰富，然后整个这个段子打磨得很好，我特别喜欢那句就是那个蛇咬完就走了。我觉得那句虽然是里边一个小碎的一个垫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文学性，对吧？文学性就是不好笑的意思。他们其实今天换了那个装傻和吐槽，是倒了一个倒了一个个儿啊，是。因为他俩气质都挺卡通，都挺可爱的，有时候观众发现不了。对，因为我们俩是比较喜欢演装傻。写吐槽的词挺累的，就是，所以我们俩就是会一个本子他装傻，一个本子我装傻，我们在专场里也是这么演，对，这样就不会太累。是啊，对，就累一把，然后得奖励自己一把。我觉得看脱口秀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有的演员的气质，他就会，你都不用特别去细听他的内容，他的声音。就比如说今天下午陈数演的时候，就是你听他的声音，就会你相信他演的东西，他会有一种童真感。你们俩演的时候也有一种童真感，尤其是王灿，就他很可爱嘛。然后大队长就是有一种。大队长的气质是憨憨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们俩每次就是一站在这儿，你会让人觉得哦，我很愿意贴近你们。我就反正看他俩演出，我觉得观众没有年龄限制，啊，对，就很想领着小朋友来看他们的演出。哦，那记得领啊，记得喜剧节我们也去，就是对，我们之前都去过。对，哎，太好了，今年依然欢迎来梨园喜剧节。感谢。因为有很多观众他未必全都是脱口秀的观众，但是他们的节目其实就没有这个屏障，就不是平时看脱口秀的观众也能够很容易接受，很容易进入到他们的情景里边来，很快的就带到一个快乐的氛围里。谢谢安全出口。朋友们，我们说一下，我后面的朋友是徐指导，然后他会回这个讲单口的这个节奏里，对，不会像我们这么丰富。对，希望大家把我们的演出忘记掉，好不好？忘记掉，进入到这单口，回归到单口，好吧？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哎呀，多好！谢谢安全出口。哎，我们动物园还有4季馆，带你体验一下。好啊，走。欢迎来到冬季馆。哎呀，怪冷的呀。是有点。动物呢？冬眠呢。冬眠我看啥呀？没事，我们去夏季馆。哦。哎呀，怪热呀！动物呢？火山里确实是热。火山呢？不是你这忽冷忽热的游客怎么办啊？放心，我们有东阳光药。东阳光药为健康做好药，贴心守护大家出行健康，专业品质时刻在线。啊！哎呀，烧着了呀！啊，烧着了。没事，我带你去5季馆。哦，还有5季馆？5季冲浪吗？你这个呀？嘿嘿。既然安全出口都给大家介绍了，那咱们就话不多说，掌声欢迎徐指导。哎，大家晚上好，我是徐指导。我刚刚特意背了一个，这个是怎么来的呢？淘宝上给我点了一个，送的太快了，就是。行，那我就揣兜里了，咱们开始演出。很开心啊，今天又回节目了。我今天来之前呢，我爷特意嘱咐了一下我，说你今年能不能别提我，就老提家里人没什么意思。你们脱口秀得面向社会议题，你得有的放矢。这个有的放矢点醒我了。我有个弟弟啊，他带给我的惊喜比我爷还要多。我弟在10岁那年有一次把自己的左胳膊给摔脱臼了，我挺着急，我带他去医院拍片子，拍出来一张健健康康的右胳膊。我说为什么呀？就左胳膊疼，他拍的右胳膊，
就怎么你是觉得一个健康的胳膊它更出片是吗？啊？我们都快气坏了，就我弟一个人心态巨好，拿着那个片子说医院挺厉害啊，这拍完就好了。我爸都气笑了，说医院可不厉害，但你过来拍了下胳膊，能查出你大脑的问题。我从小就跟我弟挤在一个床上睡觉，挺难受的，因为我弟这个人他睡觉不翻身，但旋转。晚上的时候头在这儿脚在这儿，早上起来就翻到这边了，完整的180度，就到什么程度？就后来我半夜起来我看他，我能知道现在几点。他那个脚会在我身上做一个匀速圆周运动，那一刻我就理解什么叫真正的旋转的角速度。最可怕的就是到过年还过年，哎呦，真是这个嘴瓢，都赖这个广告刚刚没放上，哎呦，真是。到过年的时候，我爸我弟还有我会在我爷爷家一块打地铺，我爸我弟都打呼噜。你们知道打呼噜它是有波峰和波谷的。就我爸那个波峰会精准的卡在我弟那个波谷上，就没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啊！给我，就别人家打呼噜都是我们家一到过年，就说别人睡觉都是跟死猪一样，我家这俩睡得跟活猪一样。在我们东北到过年，活猪他不敢睡这么踏实呀，容易成死猪了他就。家里人其实还好。我发现现在陌生人也挺爱打扰我睡觉，就我一午睡就来骚扰电话。我现在感觉我那个电话它最该删除的功能就是电话。有的时候午睡接起来那个推销电话真生气，接起来第一句话：先生，你最近睡眠怎么样？我说最近是多近啊？我刚刚已经跟活猪一样。我还接到过一次之前来我家干活过的保洁阿姨。过了3天，打了一个回访电话，问我你觉得我3天前保洁服务做的怎么样？我说阿姨，你这3天是在内耗吗？3天，各位过了3天，我已经看不出来他干的怎么样了。就按我现在看是一般。主要我是觉得我理解回访电话，因为他们需要工作要一个好评啊，然后他们工作才有相应的回报，我也愿意配合。但现在有一些回访电话，它真的有点太着急了。我买了个空气炸锅，就刚到家，那个网店催好评电话就打过来问我你这个空气炸锅用的感觉怎么样？我说我这空气炸锅只炸过空气，现在。他说你能不能先给个好评再去用？我说为什么这么着急啊？就你这东西是一用就炸吗？就我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商品质量良好，做饭好吃到炸裂。还有更炸裂的要好评方式，特别没有边界感。有一次我在饭店，然后人家要好评，我说暂时不太方便写，他说那你把手机给我。我说啊，还还我吗？人家让我要好评就是让我留下电话，你给我电话留下。你就看他们拿着你那个电话半天也不还，你真害怕呀。我说是拿我手机干啥呢？别等会儿跟我说先生这顿不用付钱了，刚刚帮你把那个小额贷开了，看你还参加个节目，帮你退赛了啊。主要我现在就感觉商家和消费者的关系好像在变化，因为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打商家那个客服电话，我现在感觉很难打通。我每一次打那个电话，我就感觉我在那个店门口就敲门，就梆梆梆，我在他家门口梆梆梆敲门，没有人理我，或者一敲就开，出了个机器人。但是商家可以随时随地一脚踹开我家大门，问我厉害不？你要是觉得我厉害，你用15个字讲一讲我怎么厉害。说的我满意的话，这1块钱算我赏你的。感谢平台教我，感觉做乞丐最重要的就是会说吉祥话。主要我不太想为了这种蝇头小利去写所谓的好评，我也被骗过。各位，我也当过观众，我当时看了一场某个平台上9.9分的脱口秀演出，就那个演出质量就是一坨，太难看了。结果那天看完以后，主持人上来说，如果愿意写一条好评，会再送我2张门票。就什么概念？只要我愿意承认这一坨美味，我就可以吃饱。我都在想，我要不写一个吧，就给我爸和我弟，就那个演出质量，他俩绝对能睡得很香。演员演得也很开心，说我今天效果挺好，有俩观众都笑出猪叫了。
我就希望商家不要再逼着我们去写好评了，也不要逼着观众去写好评。如果觉得好，大家自然会去写的。所以麻烦各位等下给我一个好评。不想写也没有关系，等下可以把手机给我。这是一个稍微有点多余的 callback， 但我坚持留在这儿。我想用这个表达一下我对回访电话这个东西的态度，就是不合适的时候咱们就不要 callback 了。谢谢各位，谢谢你们。谢谢徐指导，喜欢徐指导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听说这一轮的创作比较极限啊。是因为我说实话，来这个节目2年，这已经是第6篇段子了，就一直在讲自己身上的小故事，然后就没有过那种观察外面的段子。我就想尝试一下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但徐指导一直有一个能力，就是他过渡都非常自然，就是当你意识到的时候，他已经转换到下一个话题了。对，其实我也没有发现。对，然后后来又提起他俩了，我想起来了，就前面这俩人出现过，就是我觉得这个缝的还是挺好的。哎，谢谢。虽然它是2个不太一样的东西，而我觉得徐指导他这个风格是很诚恳，他讲什么我是愿意相信的，很能听进去的。谢谢双老师。哎 ，yes， 对，我也同意双老师说的，对，你是很诚恳的。因为讲了一个特别现实主义的故事，然后你也营造了那个空气炸锅，但是我感觉就是它没有炸起来，但已经足够好了。只不过我今天下午我听了16场脱口秀，我已经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了，所以我要求越来越高。真的吗？但我很喜欢你的那个衣服的颜色。我也很喜欢你的搭档，然后，漂亮。我很喜欢阿茂的人字拖，然后开玩笑。我会传达给他的。感谢黑灯老师专业的点评。我这个是抄袭黑灯的，全场只有黑灯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现在，黑灯因为任科也戴了一个跟你很像的墨镜。这个就是文本很扎实，是表演很真挚，感受很具体。15字了，15个字还差3张照片，其实就是。我觉得大家能觉得过渡很丝滑，主要徐指导这一篇其实还是想表达边界感这件事情。最早是拿今年辞职，然后跟领导的关系近的，但就感觉人物又多了一个。然后后来也是就2天前决定把领导那趴给拿掉。我是觉得徐指导说话，你就为什么大伙儿能这么容易听进去？我不太想用真诚感这个词儿，就是你怎么能让大家都觉得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就特别愿意接着往后听下去。我也有这个感觉，就是他确实非常诚恳，就是即便是当铺垫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您的每一句话都有用，就是没有废话，没有往外支，没有那些个话佐料，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和你表演的这个故事有关系。谢谢。麻烦我多说一句话，我感谢一下那个谢谢，因为刚才其实上台前，然后谢谢就发现前面把这个标给弄掉了，然后他把他手上那个麦这个东西抠下来给我，让我上来挂一下。谢谢，就是我们其实是对战的小队，但是其实他在帮助这个演出更好。刚刚老师说了很多过渡，我觉得最好的过渡还是他送我这个过渡。无论等会儿结果怎么样，我们6个人其实挺团结的，包括选位置什么的，大家都在为其他人。你们明明是7个人，7个人，你们到底背着谁偷偷团结了？我不要我的搭档了，然后我们对，然后其实我们挺团结，然后无论等会儿什么顺序，然后希望各位能把我们看成一场比较统一的演出，然后谢谢你们啊！谢谢徐指导，欢迎您回到你的这个朋友们身边。我们要先看一下前3位朋友小海安全出口和徐指导的得票情况，请看大屏幕。哎，小海，你真的好漂亮啊！谢谢。我给你拍2张照片，3、2。哎，等一下，我的2个手高度一样吗？
一样的，一样的。哎，那你构图对称吗？要对称吗？怎么对称才舒服呀？哎，不用，我有办法。挑一个智能推荐的拍照姿势，然后就听我指挥，拍出来肯定让你舒服。哦，是吗？还能自动构图调色，包出片的。啊，这么厉害！来，咱们试一下，身体稍微侧一点点，手抬起来，做得不错，摆好表情，准备开拍。好，好看，简直是女明星小海。哎，但这个头发丝的高度好像有点不一样。哎，你别走，你别走。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就是徐指导的队友，也是今年闯进爷爷赛道的一位新朋友。这次会带来谁的故事呢？我们掌声有请杨仔儿。哎，大家好，我叫杨仔儿。小时候家里一直教育我要乐于助人，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正在校门口买烤肠，突然过来一个叔叔拍我，说：“小伙，我钱包丢了，能不能给我2块钱坐车？”说实话，我真想帮他，但我手里只有2块钱，给他我就买不起烤肠，很纠结。你说你非得这时候来找我干啥？那刚才买作业本的时候你干啥去了？你们也知道烤肠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的诱惑力啊！当时你想让我帮他，除非能奖励我1根烤肠，我愿意帮他，但不愿意无偿帮他。我想给他留下一个那种爱莫能助的印象啊！琢磨了一下，我掏出1块钱，我说：“叔叔，你看，我只有1块钱。”啊，没想到他说：“1块钱你吃个屁烤肠！”他就跑了。哎，他跑了，我咋整啊？我还剩1块钱，买不起烤肠，人烤肠都给我做上了，实在没招了，我也赶紧跑吧。我再不跑，一会儿烤肠做好了，我还得再听一遍：“1块钱你吃个屁烤肠！”我总是不知道，就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求助。之前碰见过那种卖花的老太太。拿着1朵玫瑰花往我怀里头塞，说：“小伙子，买1朵吧，就当帮我了。”我寻思行啊，无私奉献一把。没想到我刚在那儿付完钱，一抬头面前又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也拿着1朵玫瑰花，说：“小伙子也帮帮我吧。”不是，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在这无私奉献呢，他们怎么有丝分裂了？哎，我当时有点被自己的好心给架住了，我只能安慰自己说好事成双。但老太太分裂的速度有一点太快了，马上就呈指数级增长围了过来，好事成双很快就变成了十全十美。我这么多老太太从哪儿冒出来的呢？老龄化这么严重吗？我当时那个场面太诡异了，一帮老太太围绕着我。一人举着1朵玫瑰花，我发誓这是我唯一一次帮助卖花的老太太准确的说是13次。当天拎着13朵玫瑰花落荒而逃，回去的路上也很尴尬。你说我一脸木讷的往家走，拎着13朵玫瑰花，谁会觉得我是一个好心人？只会觉得我表白失败了。我感觉我就是太心软了有时候看不了别人那种那样可怜巴巴那出看着就总想帮一把。之前跨年我又遇见过一个卖玩具球的老太太，我咋总能碰着这种老太太？真的，你想跨年呢，结束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自己一个人往家走，离挺远我就看见一个摆摊的老太太，哎，那个老太太太可怜了。你想跨年呢，那么热闹一天灯火通明的。真的，当时你看那个场面呢，哎呀，太揪心了。就你看那个场面，感觉就卖火柴的小女孩，老了。我感觉我必须得支持一下她了我要是再不出手，老太太就要看见她奶奶了。所以当时我特别小心地走到那个老太太面前，再三确认，只有1个老太太。我随便拿了一个那种看着大概3、2块钱的塑料球，一摁能亮的那种。我问她，我说：“婆婆，
这个球多少钱呢？35。啊，35。不是这玩意儿，它凭啥卖35？朋友们，35是什么概念啊？我点外卖点2份炸鸡，34元。哎，你要问我在哪儿点的外卖？那当然是淘宝闪购啊！上淘宝闪购搜索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1份炸鸡券后17，2份只要34元，鼓掌！太过分了，太过分了！那个我是说老太太啊。啊，朋友们，你们可能对他卖那个球的成本没有了解。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这东西在网上的名字叫波波球闪闪星空仙女棒，售价高达1元。他要我35块钱，这代表我如果当天晚上给那个老太太35块钱，她能拿这笔钱去吃2份炸鸡，剩下的钱还能买一个波波球闪闪星空仙女棒。老太太可能觉得有点过分了啊，又开始跟我对话。那要不你拿俩，给60。不是我长得就这么需要那个波波球闪闪星空仙女棒，还2个要60，这也太优惠了吧？便宜了整整10块钱呢，10块钱都够你买10个波波球闪闪星空仙女棒了。这玩意儿卖多少钱是你的自由，但你也不能讹我呀！啊，这当时我就站那个老太太对面，我就看着那老太太，我就看着她，我心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我就在想，就她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说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她就是因为该。真的，我当时我看着她，我世界观都崩了，我就开始在那怀疑。我寻思，你说咱小时候看那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故事它真是那样的吗？圣诞节的晚上，小女孩惨死街头，1根火柴没卖出去，冻死了，1个管她的人都没有。哎，你说他们那边人真能冷漠到那种程度吗？那就能1个善良的人都没有吗？你说有没有可能，就当天晚上有1个善良的人？假设那个老太太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哦，可怜的姑娘，你的火柴多少钱呢？哦，先生，1根35。哦，我的上帝，我再去溜达溜达。哦不，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2根60。可是我只有10块钱呢，10块钱你买个屁火柴！聊这个谢大杨的，谢谢杨导。喜欢杨导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杨导，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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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个解读还是挺有意思的。哎，我是拍的最早的，是。就到那个卖火柴地儿，其实他一点不突兀，他前面铺了一下子，就他垫了一句，如果他那个老奶奶在那儿，我觉得他这个做的很细致，然后我觉得他在舞台上那个台风很扎实，整个一个叙事特别稳。你说到那卖火柴小女孩，而且那个对话里还是有点那个翻译的味道，什么上帝啊什么的，那他就把这2个，一个东北话和一个有点那口音的那个外国话结合的特别好，就是这个还原场景能力也特别强。谢谢老师。对杨仔的那个表演特别逗，他不是那种很丝滑、很游刃有余的表演，他会让你觉得是顿顿的那种感觉。但是放在这个舞台上和放在你的脱口秀里面是特别恰如其分的，就让人看着更好笑了。
然后你的笑容吧，你每次都不会笑得特别大，你好像一直在假笑，但是又给人一种又憨厚又不真诚，就是在中间值的一个摇摆状态，就很好玩。看着就容易被骗是吧？我感觉小马姐你让她骗了，她肯定是要超过这个油润度的，这是她的一个风格。对，因为我一开始拍灯的时候是拍在那个淘宝这个商务这里，其实我拍完是有点后悔的。因为我也觉得很精彩，但还好后面你把它翻过来了否则这个灯我就要收回来了。把它收回来了？没有，很好。其实我们所有观众都知道，后面这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会变成一个她的叙述里的坏人。多一层的是，观众也会想，我该不该在这个地方笑？我笑了之后，其他人会不会因为我的笑，觉得我是一个连点道德包袱都没有的人？但是杨仔处理的就很好，他让观众让我们就笑的，至少是此刻是肆无忌惮的，或者叫做没有防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处理是非常好的，帮我们免责了。对，特好，谢谢杨仔，谢谢大家，欢迎你回到你的朋友身边。那接下来要上场的呢是这个舞台的老朋友了，在喜丹吐槽了很多年的职场，最近又有什么新念头？掌声有请门枪。大家好，我是门枪。太开心了，第3轮了。去年第2轮就淘汰，非常难过。朋友们，就是这个比赛对演员的重要性来讲，就相当于1年1度的幽默高考。高考失利就是很难找到工作的，你知道吧？对我们来说，去年节目组还安慰我，他说没关系，门枪，你们晋级的他们和你们淘汰的收获的东西不一样。确实不一样。他们有节目，有流量，有商务。我有什么？我有空。那段时间我非常焦虑，就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讲脱口秀，然后拍短视频那个流量也不稳定。人在极度焦虑的时候就会胡思乱想。我当时就特别想回企业做 HR， 我就开始投简历。我知道你们有些疑惑，收到我简历的 HR 比你们更疑惑，他们觉得有诈，觉得我在收集素材。我过去面试的时候，他一句话不说，对着我看了1分钟，他说：“门枪，摄像头在哪里？”而且我发现，就是我再也通不过面试了，因为我全职做了2年脱口秀演员之后我嘴太贱了。就是我很烦 HR 问我那些很虚伪的问题，很装模作样的问题。最烦的那个问题就是他会问我：“请问你怎么做好 work-life balance？”Balance 大家都懂吗？就是平衡对等的关系。我就嘴贱，我说：“哦，那请问贵司做几休几啊？”他说做5休啊。我说5:2怎么 balance 啊？做5休2，你做4休3，我自己摸鱼半天 balance。你现在做5休2叫什么 balance？ 你这属于重新定义 balance， 你这个叫 new balance。而且你们发现吗？就是这句 work-life balance 永远是出现的时候英文的形式出现的。为什么？因为讲中文大家都听得出不对劲。做5休2不平等。对吧？所以英文在职场里面往往一直起到一个美化的作用，达不成的指标 KPI， 一帮关系不好的同事 team， 几个关系不好的 team family。老板讲话狗屁不通、前言不搭后语的时候，只需要在2句话中间加1个词就会很合理。Anyway， 我现在其实很后悔，因为当时辞职太嚣张。
离职当天，老板说：“门枪，祝你越来越好，不要被资本绑架。”我说：“你阴阳怪气谁呢？不被资本绑架，我怎么越来越好？”哎，我裸辞讲脱口秀是要去勇闯娱乐圈的，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被资本绑架。我做梦都想像那些顶流一样啊，赚一些我不想赚的钱。接一些我看不上的产品代言。我准备好了，资本呢？快来绑我呀！我很乖的，快把我绑到蘑菇，让我过上向往的生活。更尴尬的是，现在还有很多朋友问我，他说：“哎，门枪，我要不要像你一样裸辞去追求梦想？我要不要勇敢一点？”统一答复：不要。千万不要勇敢，别去信那些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不要，我够勇敢了吧？我裸辞，我当时计划去旅游，去看世界，社保断了，办不出签证。再勇敢有什么用？我只能先享受东南亚。Anyway。还是得找工作，你知道吧？哦，我病急乱投医，我很眼红其他那些很火的脱口秀演员有戏拍，我就把我的简历投给各个剧组。真的病急乱投医。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剧组，可能他们发现了我的潜力吧，让我去面试一个角色，一个流氓。哎，面试前要先化妆，妆造遮瑕4个小时哦。我看着那张脸好帅哦。但是我这个地痞流氓为什么要这么精致？啊，我脸上不应该有刀疤吗？怎么连个痘印都没有？我这么精致的流氓被判了刑，算什么呢？服美役。太虚伪了吧！你想这流氓的人物小传怎么写？此流氓乃很注重保养的流氓，不会在白天作恶，因为要防晒。晚上更不会要回家泡脚。打劫的时候说：“小妹妹，你姿色不错嘛，面膜链接交出来，来。”然后正式面试有一场戏，我要去非礼女主，是的，我还是个色魔。就当时设计师，我要掐她脖子，要动手，朋友们动手，哎，我不会，我上海人，我不动。然后我就轻轻搭上去，导演说不行，要真实。要用力，然后用力试了一下，导演说不行，你掐的不好看。我说啥意思？他说你呀，把它掐出双下巴了。我说，我不是要真实吗？存在这样的流氓吗？哎，你叫破喉咙都没有，双下巴，不好意思，我这。然后导演还继续给我讲戏，要用力，但不能太用力。要真实，但不能太真实。你嘴脸要丑恶，但画面要好看。我越听越害怕，感觉穿越回去上班了。这种矛盾的需求不都是客户总监提的吗？啊，难怪呢，总监跟导演的英文都叫 director。最后啊，剧组没有要我，因为呢，他们把我这个流氓的角色给了一个关系户。现在当流氓还要走关系，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社会有点太虚伪了。虽然我理解大家有苦衷，但是我还是想要试试看真实的表达，今年能不能让我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如果不能，我也虚伪。但是放心，我会控制好真实和虚伪的比例，5比2，达到一个 balance。谢谢大家，我是门谢枪。谢门枪。喜欢门枪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门枪。这个先问问任科吧，这个英文这一块你肯定是颇有共鸣哈。Okay, so, well, yeah， 你在表演的时候特别有腔调。Okay. Okay, wonderful. Sure. And anyway 啊。
门腔演的好好，今天，而且今天好有能量啊你。对对对，我刚才看你坐在那儿的时候，你整个人都是这样子坐着的。我好紧张，我今天。因为我们一起拍过那个采访。对。我能感觉到你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容易局促的人。但是今天真的很棒。哦，有可能是因为讲职场我比较就是更熟悉一点，所以我觉得很有那种有底气吧，比之前。我觉得今天是我听到的最好的，谢谢你的一场。我觉得中间的很多的点恰如其分，而且这用英文用的很妙。虽然我就是差不多能听懂，但是也都对。而且他说的双下巴，我拍戏的时候我也碰到过，当然也能理解了，能理解。对。Anyway， 那位啊，两位啊，好几位啊，我是觉得这就借用他刚才节目里他这个段子里自己的话，这当门腔这嘴开始贱了之后啊，一切就都回来了。我们更喜欢这样的你。好，回到他那舒适区了，这都不是舒适区，这都统治区，有点那种感觉。我昨天碰见他了，我以为是一个演员，就 idol 来了呢。确实对，啊，没想到也说脱口秀啊。哎，对。然后这个段子其实特别吃表演，而他演的是几个番儿，包括都是模仿那自己做演员的时候，他都演得非常好。谢谢。我就觉得这真的是被你感染。是因为前面都是特别强的共鸣，我听到你演后边那个说到自己演戏的经历的时候，我隐隐都会担心你接不住前面那么强的共鸣和情绪。但我觉得你那个你见好就收的这个能力特别强，你永远会在底上做一个 callback 也好，或者是让他回去，就是总归会让他形成一个很圆融的表演。谢谢门腔，谢谢，欢迎你回到朋友身边。门腔回来了。这才是大家认识的门腔。他在台上那个演出状态就是那个熟悉的门腔，非常的优雅，然后就是透露着一点小幽默。感觉这是门腔哥最好的一次3年来表演状态，现场表现非常好的，非常厉害。我其实第一季大家了解我的时候，就是我以讲职场为主嘛。那如果我再讲职场的内容，我一定要翻出新的角度，或者是让观众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点。所以我也觉得我对这个段子有一个交代，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欢迎来到喜提一单脱口秀对决。今天庞博的对手是沈耿，庞博该怎么和他比拼口才呢？这么拼！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外卖低至5折起。恭喜您喜提单！拜托给我一个脍炙人口的梗吧！脍炙人口！这梗真是越想越好啊！上淘宝闪购搜悦享，悦享会员享1对1即送券。救命啊！你写了我，又说我是烂梗，今天我就和你拼了！拼就拼，我拼好了。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好更优惠。门腔演完这一大组对决，还剩咱们最后一位朋友，名字反复出现好多次了，我们掌声有请，谢谢。哎，谢谢你们。Hello， 大家好，我叫谢谢。哎，谢谢。哎呦，谢谢你们。我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现在很遗憾，我的原生家庭没什么问题。但好在我原生家庭的原生家庭有问题。我有一帮那种神人亲戚，比如说我二叔，他现在人到中年仍然求知若渴，每次过年往饭桌上一坐，就开始二叔淘气3000问。在那糊了个肚子啊！谁能告诉我？哪有30岁不结婚的？哪有结婚不生小孩的？哪有大学生找不着工作的？哪有水我都说渴了。我当时看了看我哥，看了看我姐，他俩看了看我。二叔寻找这3类人，桌上全有。桌上其实也有水，但我就不给他倒。哪有那么大岁数不会自己倒水的？我不知道二叔在这找啥呢？30岁不结婚的人，那不到处都是吗？那总不可能是他们一直瞒着我二叔吧？30岁还单身，靠二叔一过来说原地结婚。二叔去一趟寺院，问老方丈说：“大师今年高寿了？”老方丈一捋胡子说：“贫僧今年29。”
对吧？哪有30岁不结婚的？我二叔说这话，其实他本质上是因为他不赞同30岁不结婚，所以他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太帅了，朋友们！顶级唯心主义。我感觉二叔是个哲学家，华北黑格尔。他的哲学理念就是存在即合理，不合理它就不存在。客观存在能以我二叔的意志为转移。他跟那上帝似的，神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我二叔说哪有光啊？就没了。他不是二叔，他是耶叔。他说他要真有这能耐，他就应该去联合国解决国际问题，往人家那个大会上一站。啊？谁能告诉我，哪有小孩饿肚子的？粮食丰收了。哪有打仗的？世界和平了。哪有淡水资源短缺的？啊？哪有水啊？又说渴了。我们家小上帝经常用这种思维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他现在炒股失败，欠了20万。当时他说哪有股票一直跌呀？这个确实没有，因为每次那股票我二叔一清仓，人家就涨了。过年回家债主都上门讨债，跟我二叔说：“你快把钱还我吧。”我二叔跟人一梗脖子：“哪有钱呀？我现在。”我说：“你问人家是吗？你想人家怎么回答你呢？”人家说：“哦，你没钱呀，那不要了。”没法跟我二叔这种人讲道理。我每次一跟他讲道理，他就跟我说：“哪有小孩跟大人顶嘴的？”我之前没忍住跟他顶过一次嘴，当时他说：“哪有北大学生讲脱口秀的？”我说：“有啊，小鱼、袅袅、侯志远，这不都是吗？”我二叔说：“这里头哪有我认识的？”我说：“二叔，李雪琴你认识吧？啊，人家也是北大毕业，后来讲脱口秀，现在是大明星，人多火呀。”我二叔说：“李雪琴，我不待见她。”我说：“哎呦，那他应该是完蛋了，那他应该啊，你说他咋办呀？纵然李雪琴有几千万粉丝，白天拍综艺，晚上拍电影，但你说他回家他睡得着吗？他午夜惊醒都得泪流满面，说谢谢他二叔，他为啥不待见我呀？”实在想不明白，给我发微信说：“谢谢你二叔，到底怎么才能待见我呀？”我说：“姐，你不行，你30岁之前你抓紧结婚吧，你要不。”我感觉二叔把自己活成了一本书。傲慢与不待见。他当时说哪有北大学生讲脱口秀的，是因为他觉得有我这样一个侄子让人笑话，他嫌丢人。我说：“二叔，人家为啥因为我笑话你呀？咱俩关系很密切吗？我犯法都不耽误你考公。”我二叔，你要怕他们笑话你，那你让他们别笑话你。我二叔说：“我能管了人家笑话我呀？”我说：“哟，那你能管了我讲脱口秀啊？”你怕人家笑话你，人家也笑话你；你怕我讲脱口秀，我也讲脱口秀。甚至我最近讲的这段脱口秀，就是让人笑话你。我说：“二叔，有没有种可能啊？你呀，你就该让人笑话。”我说这话不是尖酸刻薄，朋友们，咱们想这个道理，想笑话你的人总会找机会笑话你的，对吧？我二叔，我可以笑话他欠钱；我表哥的爸爸马叔，他那么有钱，但我可以笑话他丑啊。庞博那么帅，但我可以硬笑话他丑，那他也管不了我是吗？那哪有人不让人笑话？话又说回来，朋友们，哪有人不爱笑话别人呀？咱们换位思考，朋友们，在座的各位，你们就没笑话过别人吗？我天天笑话，对吧？刚才还笑话我二叔呢。咱们实话实说，朋友们，笑话别人的时候，多开心呢！而且咱们也不光是笑话我二叔，对吧？我二叔是代表了一类人，二叔是一种生活方式，二叔是一种文化现象，朋友们。大家身边都会有这种人的，
是吧？执着于用自己落后的认知观念去引领时代。你三叔可能就是我二叔，你那个烦人的老板可能就是我二叔，你回家路上喋喋不休的网约车司机可能也是我二叔，甚至我现在看着挺正常的，等我老了，我都可能是我二叔。哪有水我都说渴了。啊，今天就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我要喝水。谢谢的表演，喜欢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左票。怎么感觉有点紧张呢？准备时间太短了，然后刚才门前老师又很炸，我一直怕接不住。没事儿，真是，哪有什么炸不炸呀？真是，你觉得炸就炸，真是。咱们人科二叔都把衣服穿上了。你二叔也打领带穿西装吗？不，我二叔这穿那个老头背心儿。哦 ，OK。啊，今儿寒冷的时候，他一般温暖的时候会直接光膀子，习性啊。我想起我二叔了，我二叔穿西装的，是个非常帅的二叔。我也想拥有你的二叔。哎，我在最后一个点上犹豫了一下，但我还是拍了。遵循我内心以及你二叔，因为消化你二叔消化了那么久，所以还是拍一下。感谢你内心也和我二叔。Yes, thank you。来，那位，我觉得上来有点紧，但越讲越好，到后来那共鸣越来越强了，所以可能就气氛就越来越好。而且这个人物也很有典型性嘛。确实，我想说一下，我其实没有二叔我是把我很多亲戚融合在我二叔一个人身上，因为我觉得我不管点名我哪个亲戚都不太合适。你这是对的，我们已经拿着麦站在台上，如果我们想吐槽一种现象，甚至当我们想吐槽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底线啊，我们不应该把它再说出来了。我二叔其实硬说的话，我二叔是我爸。这还是原生家庭啊？不是，我爸不是我说的二叔那种人，就是论排行，我爸排第2，但是我爸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也喜欢脱口秀，谢谢你们。等于你的二叔不好，但你的兄弟姐妹他们的二叔很好。哎，那我特好奇，谢谢。就你平时你在生活中，你也是一个像你刚才节目当中展现的那种状态吗？有很多看不惯，比如说，其实是我非常喜欢，因为我也有一个朋友，然后跟你这个状态非常像啊，跟你长得也很像。他其实私底下也是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徐指导吧？对，就他的很多观点，你可能有时候觉得，哎，好像挺辛辣、挺尖锐，但他说的就是实话。你会由衷的去佩服他，是我很喜欢和他在一起聊天，然后觉得特别长知识。于博刚才我们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可能他那种对什么事儿保持怀疑和各种评论不是真正的他，所以我就好奇说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其实我感觉我真正的我还没有找到，我年纪太小了，我在慢慢寻找真正的，也不是很深刻，朋友们，这就是我的状态。我觉得我还处在那种人格塑造期，对，我今天可能跟你聊完天，我就会变得更像你一点。我这个也不是太那个，哎，我好在没有变成跟二叔一样。人物很清楚啊，一摸肚子那人物什么样，大概都知道了，就是那个人物一下就帮助你，就给建立起来了。其实他是在讲一个思想已经固化的群体吧，对我们其实平时也能碰到。刚才讲的时候也开始自省，哇，是不是我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些？当然不一定摸肚子哈，但是对，也提了很好的警醒。谢谢，那谢谢演完我们这一组所有朋友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们把他们都请回舞台中央。一大组6组演员6段表演都很精彩，精彩纷呈。首先我们要为大家展示一下第2轮表演的3位朋友门枪、谢谢和杨仔的成绩，请看大屏幕。哇，那么究竟哪2位朋友哪个组合能够直接晋级呢？结果请看大屏幕。哇，2票之差。按照规则，我要遗憾的请黄岛求生、豪门四海的4位门枪、小海还有徐指导、杨仔暂时前往待定区。同时，我们恭喜谢谢安全出口直接晋级。
运气挺好的我。3、2、1，所有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问题不要假唱，告诉大家，口型的，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问题出现，我在告诉的，你独唱，讲，说大家，我在告诉。大家，当然看，我在告诉大家，告诉谁？我告诉大家，大家。哎呦，谢谢，来，谢谢老师，恭喜恭喜恭喜！有什么想说的吗？这专场我也是陪他走了很久的，然后每一站都非常的有收获，是吧？每一站都意义满满的。能作为你的开场嘉宾，我也很高兴。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开场啊？我们等考上北大的时候再。我觉得有一路就是能帮你觉得能找到更好的搭档，我感觉。哎，咱俩连手都握不平了呀！OK， 说来也巧，找到了。我们第3赛段友谊路对抗赛的上半场暂时告一段落，我们下半场精彩继续。第3赛段友谊路对抗赛比赛继续，一起看一下即将出场的4支小队会是谁。掌声欢迎来自老友记小队的大老王基友，呱唧呱唧小队的南瓜几鹏，有请多宝鱼咸鱼多多。最后有请新希望集团的辛博西哈。第1轮要进行对决的是七友、南瓜、多多、西哈。8位朋友也是我们这一大阶段的最后一场对决。那首先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是摇滚乐队的乐手。可以问他关于摇滚的任何问题，但不要问他什么是贝斯。介绍一下你们的小队吧。我们叫老友七，因为我们是老朋友，关系很好的朋友，老友七、老友记。也希望节目的氛围更像老友记一样。呀咪呀咪，囧囧囧。我觉得我们现在在那组是最强的，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没问题，没啥问题，你可以的。你也可以的。掌声有请七友。我是一个摇滚乐手，我有一个自己的摇滚乐队啊，但真的不怎么挣钱，所以我现在主要靠脱口秀养活我的乐队，养不活。所以我给自己找第3份工作，我现在在当一名幼师，教小孩弹琴。你知道摇滚乐手当幼师有多分裂，很难实现身份的及时转换。一边乐队演出特别燥，你说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一边让开车的小手没有举起来。知道这种地方根本不敢教小孩一些真摇滚，让他们说：“哎，老师，我想学这个世上最摇滚的歌曲。”我说：“好呀，老师明天就教你弹逆战。”就很多人说我当幼师不摇滚。我觉得真正的不摇滚是一些虚伪的反抗。我身边很多乐手会在 live house 室内抽烟，对，就是旁边就是禁止吸烟4个大字儿嘛。就我说禁止吸烟，他就要抽烟；但我说禁止上清华，他说不上就不上。所以我觉得 live house 想禁烟很简单，可以针对这些摇滚乐手的文化水平，把标语换成禁止不吸烟。他们想一抽烟就会看到，就会想，他说啊，这个双重否定什么意思？对，我们有时候会演一些音乐节，我觉得现在音乐节也越来越不摇滚啊，全是一些跨界歌手。哎，谁会想在音乐节看到相声演员呀？还是说相声演员他就爱跨界？跨得好，但
别管人家相声演员至少有首成名曲，对吧？哎，我们别管是几环。这很多那种网红明星，他们都没作品，凭啥上音乐节呀？可能因为虽然没歌，但他们是哥哥。在音乐节翻唱别人的歌，那版权也不用买，因为唱的一点都不侵权。这些哥哥们的粉丝会在音乐节底下大声喊说：“妈妈爱你。”摇滚乐手不理解，因为他们干摇滚就是因为他们不爱妈妈。就是你知道，甚至很多音乐节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吗？很多音乐节给我的感受就是今天气氛组给我的感受。我的意思是，整场音乐节只有一个真正的摇滚乐手。哦，不对，今天甚至只有一条摇滚乐手，没来全。就是音乐节会给我们乐队安排一些假安可，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是安可吗？知道。对，它是摇滚乐最浪漫的仪式。你看这个演出看不够，你可以冲台上喊安可安可，但它的魅力在于未知。可能乐迷底下喊安可安可，那边乐队已经上高铁了。那现在的音乐节的安可是会给我们安排好，让我们演完倒数第2首歌，假装下台等乐迷喊，特别心虚。因为我下台的时候，琴还在台上插电亮灯呢。如果我是乐迷，我不会喊安可安可，我会喊琴没拿，琴没拿。大家都知道是假的，我们就真诚一点，我们说待会见，我去上个厕所，多好。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假安可下台，我们主唱都要在那深情告别，感谢你们，下个10年再见。我说不是1分钟后就又见了吗？是我们和观众有时差吗？哎呦，怪不得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呢。你知道，经常有时候我们演一些小城市，观众不知道什么是安可，我们演完之后假装下台，没人喊，也得上台。底下一片寂静，我说哇哦，大家太热情了，给大家再唱一首，没人理我们。我们有时候会演一些中不溜的城市，很多观众虽然知道什么是安可，但大部分喊的都是叔叔。uncle， 还有人很尊重我说，哎，这个是女乐手，得喊 auntie。我说，有时候我们演完之后假装下台，观众以为演出结束了，走了。我们乐队回来安可，观众已经上高铁了。你们见过乐队冲乐迷喊安可安可的吗？那有时候那些乐队的歌真的太难听了。我见过一个乐队，乐迷不想安可，乐队非得安可，那乐迷都烦了，开始互相抱怨说你喊的安可，我没喊呀，那谁喊的？那乐队自己喊。甚至我见过一个乐队在台上安可过16次。我说哥们是演着演着演失忆了吗？是啊，还是单纯就是手表运动员和没闭上给台上刷微信步数呢啊？我说你要真想刷，你不如直接搬个跑步机上台唱80平米的小窝。你这后来音乐节学聪明了，他会给歌迷发歌单，在歌单上写说本场演出有安可（括号需喊3分钟后乐队上台）。乐迷也很配合，在底下大声喊3分钟，3分钟，3分钟。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虚假的 uncle 比不上真诚的拜拜。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勇敢说再见。我的演出到此结束了，没有 uncle， 因为我要上高铁了。再见，我是七友。谢谢七友。喜欢七友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七友，谢谢。我有一个题外话啊，那你们的乐队和5条人的乐队有没有机会一起演过或者怎么样呢？说到点上了，好像有个音乐节是吗？对，月底在内蒙古。
哇，虽然我们乐队跟五条人在一个音乐节，但是我不在。为啥？啊，因为贝斯不在也没人发现嘛。好了，不是了，因为我要录这个节目，我要花很长时间写稿，所以我找了一个替补贝斯。他会弹贝斯吗？不会，他是一个观众，所以还是很遗憾的。现在唱一个。现在唱。他是贝斯，他只能发出那个嗡嗡嗡那个声音，很酷啊！你一个摇滚乐手讲脱口秀，这跨界很大。因为我去演音乐节，我现在有一个尴尬。有一次我演完，然后回酒店，有2个粉丝嘛，带着小孩就跟我说，然后他说，其实你应该多说一些话，大家都是来听你说话的。对，所以快给人充2个爱奇艺会员吧。所以就是你乐队在表演的时候，你会讲脱口秀吗？其实有讲过一次，因为乐队演出很多突发情况，有一次演出我们主唱的弦弹断了，然后大家都在调试，然后我们主唱就说：“哎，你上去讲2段。”然后就特别凉。就大家没做好那个准备。对，因为来看现场的朋友就没有人想听这种，对，大家还是想玩一些。可能去音乐节就是想放弃平时那么多逻辑思考的那个时间。对。刚刚有人播了一首你们乐队的歌给我听，我觉得很好，很专业，那个风格也 ska 风格。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任科老师合作一下。哎，我希望也跟你学习一下。一定有机会，一定有机会。其实这么多年没有太大变化。90几年那时候演出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个套路。其实你准备了4首歌，但第3首歌一定要下去一下哦，然后安排的第3首歌一定是最热闹的、最炸的，然后趁着大家鼓掌的时候赶快往下，就趁着大家鼓掌劲儿还没消下去，赶快再回来，你知道吗？对，这个我很熟啊，其实。好像感觉 encore 是跟粉丝形成一种像你说的很浪漫的。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 encore 是法国人发明的。对，这个我有去检索过这个资料，就是最早被喊安可的其实是莫扎特和贝多芬，太精彩了，大家才想看。那其实相声里也喊返场是吧？我们都是非常直白，再来一个，不好就是下去吧。真的吗？咱们现在这个道德标准越来越高啊，很少有这么不礼貌直接说下去不看你，没有这种情况了吧？退票，哎，还真不是。我是不看你，我看后面那个。退票是整场全否定。哦。然后我们之前不是我们单位啊，听别的团体，可能老一辈他们说俩人站台上说相声，这个上面下去，这逗哏还想跟人开玩笑呢，跟这捧哏说啊，人让你下去呢，你也下去。现在大伙儿都非常的礼貌了，就没这个了。是，现在大伙儿也有小某书了，可以回来背后去了。哎，我觉得基友越说越好了，很放松哈。对，就是我觉得第2场是我最紧张的一场，上场都哭了。对，上场特别紧张，尤其最后还是就是被复活进去的。但这场其实特别开心，能感觉到。对，因为我第2轮其实已经快被淘汰，所以我觉得后面的就是恩赐。这个叫 uncle， 这个叫 uncle 啊，这是 uncle，谢谢基友，谢谢，欢迎你回到朋友的身边。好，爽，特别棒啊！基友的开场表演完成之后，下一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大家对他其实很熟悉了，但今天他要给我们介绍一个深埋已久的新身份，掌声有请南瓜！去吧，南瓜！谢谢。那个节目播出，大家看了吗？确实能看出来胖了好多。有网友说我胖，说我偷吃顾客外卖。哎，其实很多人都认识我，都是因为我外卖骑手这个职业人设。但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我是个体育生，大家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我这黑皮还给不了你们答案吗？体育生，我其实一直不想给别人提起过我是体育生，我就是怕大家加深那种刻板印象，
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人都说那个体育生呀，毕业之后就是去送外卖啊。你们跑这么快，以后去送外卖吧啊。看到这些话，我是笑不出来的啊，因为我送了之后发现确实比其他同事跑得都要快啊。但这个是刻板印象，我们脱口秀行业也有其他体育生，对吧？嘻哈之前也是体育生啊，人家后来就当了空姐吧，厉害吧？人家在飞机上送餐啊。其实我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送的都是预制菜啊。没事哈，行，她是空姐，我是地少哈。行，我出生在一个山村啊，那小时候教育资源少，那个课堂外就是满山跑。我小时候我那个领导来检查我那个器械我都不认识，那桌子上领导突然走过来说：“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个酒精灯是怎么熄灭的吗？”他就点着了，同学们全都沉默了。我当时心想，你们胆子也太小了吧！我让领导看看什么叫肺活量啊！我说领导，这个我知道。我太厉害了，一口气吹走了学校的模范小学。我真不知道那酒精灯它不能吹呀，那是我第一次炸场。真炸了啊！我从小都喜欢那种及时反馈，对吧？喜欢练体育，因为体育练了就有成绩的啊。当时练的是篮球，当时教练说你有天赋，你好好练，你能上那个西安交通大学。哎呦，我当时好开心啊，就把所有的精力全部 all in 给了操场，就不去学习。那时候心想，到时候上西交大，一个3步上篮直接上。上了个中专。考试前去打篮球，十字韧带撕裂，半月板重度撕裂。当时躺在篮球场上我都哭了，我心想完了，中国篮球完了。我问教练现在怎么办呀？教练说你回去好好养伤，准备考文化课吧。我说啊，现在考文化课呀，离高考就剩7天了啊，离西安交通大学还差600多分。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大学没了，腿也断了哈，以后搬砖都干不了了哈，没工作，在家里躺了2年，直到有一天我妈给我买了个电瓶车。当我拧动手把，微风吹过脸颊，我感觉我又跑了起来。电瓶车太能赚钱了，我们一起跑过摩的啊，跑过销售，送过外卖、鲜花、蛋糕、电视机、电脑、旧冰箱、旧空调。就彩电哈，我当时在西安跑了3、4年，我知道哪个路上交警最多，哪个路上红绿灯最少，非常熟悉。偶尔也会路过西交大的门口，我看着那学生，我心想，你们这些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哪有我懂西安交通呀？后来再也没有碰过篮球了，但你们知道有些天赋它是藏不住的。比如后来送餐的时候，同样都是对空间的感知，跟那种突破能力。要是进小区有保安拦我，我都会带着我的电瓶车。全西安的保安都防不住我。后来跑着脱口秀火了，很想接触脱口秀演员，没有什么机会啊。多亏有电瓶车。当时在俱乐部门口等着，看到个演员出来扫共享单车，当时鼓起勇气，老师别扫自行车，来，我拉你，来我他竟然答应了哈。从那一刻，我电瓶车就不偏运动了，开始偏商务了哈。我从21年就来到上海哈，换了黄牌，专门拉脱口秀演员练段子上脱口秀大会。现在每年夏天都会拉着两边的演员赶场练段子上节目，每年夏天都拉出无数个热搜，拉出很多金句，拉动了整个喜剧的发展。我才是真正的脱口秀祥子。我拉着很多脱口秀演员从普通平凡到华丽的脱口秀明星，我这个是南瓜马车。我后座现在已经群星璀璨了，你们耳熟能详那些脱口秀明星，我都有他们的手机尾号哈。这几年天天拉，我现在怎么形容这线上脱口秀演员了？拉完了。
你们能想象他们在电视上华丽光彩的样子，你们想象不到在我电车后座小鸟依人那一面，抓着我的后背，骑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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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交警，有交警，有交警，都拉过好几个大王了哈。我之前2个大王都坐我的后座，后来拿了冠军大王。我现在觉得脱口秀王座就是我的后座。自从讲这个段子，你知道现在有多少脱口秀演员排着队想坐我的后座，甚至有人趁我没在还偷偷坐。我说你压赶紧下去，你也配？这是你能做的。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没人的时候骑着骑着。能看出来体育生的核心就是好。但我知道以我的能力永远也坐不上脱口秀大王的宝座，但是没关系，大王年年换，南瓜马车只有一个。公里与里，我在地铁口等你，谢谢大家。谢谢南瓜。喜欢南瓜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哎呀，原来这个行业都是你拉动的，谢谢啊！夸张，夸张，夸张。我拍的比较早，我就是觉得他上来之后就节奏就很好，就是有很多技巧的运用的特别自然，包括这个后座什么，他刚才那个动作表演的也很好啊。然后我这个十字韧带也折过，我觉得那个确实是一个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伤。他那个东西就是得康复，就是得复健嘛，所以他就是不光是要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对。我觉得南瓜又进化了。在他去年及时的认识到自己帅这个问题需要悬崖勒马之后，别骂了，别骂了，别骂了。我觉得今年真的是变化挺大的，而且你从来都不说那些，你会把你很多痛苦或者是其实比较悲伤的事情放小。去年就是第3轮，然后也是今天淘汰的哈，是我去年淘汰1周年确实去年回去痛定思痛，然后有一个网友他是我粉丝，然后他说他是上戏的，他知道我表演有很多那种口齿的问题，包括今天的这个演出，他也就是我们约了线下，他就就我2个人面对面，他就看你有什么节奏，他都会给我调的。但我希望我能对得起他这份关照吧，就是今天这个演出。你在上海拉吗？你是只拉脱口秀？摇滚乐手拉吗？愿意做吗？可以，我可以。对，它就是一个有关于梦想跟自己距离的一个故事，里边有感动，有遗憾，有追赶等等的。我觉得里边有很多的唏嘘。我还不知道之前有这样的前史，跟这个名牌大学失之交臂。没有上交大，也没有我懂上海交通哈。对，这里边其实隐隐的老有一股力量在追赶着，包括说最后的结尾也还挺让人就是觉得还挺舒服的。就是其实最终的结果是不是真正自己坐在那个王位上，可能也在往那儿努力着。它里边有很多的暖的东西，也很多欣慰的东西，也很多能够。在这过程中有很多能滋养你的东西，其实也在不断的进步。谢谢，越来越好。谢谢南瓜，谢谢。回到你的朋友身边。那南瓜后面下一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已经站起来了。上场吧，多多。我老管它叫多宝，然后我就叫咸鱼，我们就叫多宝鱼，非常的简单。多宝鱼清蒸起来非常的好吃。店点那个清蒸多宝鱼上来就是那个海绵宝宝里有多宝鱼，真是菜啊！对啊，就是眼睛长在一边的有一个鱼，好像就是那个鱼。在浅海沙床潜伏着比目鱼家族的猎手多宝鱼，他将2只眼睛汇聚到身体同侧，用双倍视野精准伏击。这个夏天，多宝鱼们游到了这里，它们视野重叠，默契共生。上一轮赛段比完，每天就是起床之后会想到我今天晚上演完会给多多拍一个这个视频，也是督促多多，主要也督促自己。多多，现在是早上8点半40左右，我在赶去浦东机场。你醒了吗，多多？大陆预报刚读完稿，准备去跑开放麦了，你也加油，演专场顺利。
现在是下午5点，刚刚演完，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现在是7点15分，我还在爱奇艺写稿，演完就是最棒的。现在是晚上10点15，今晚试了一下新的这个段子，整体结构不错，笑声也很多，加油！等你回来，咱们再一起研究研究啊，加油！大家好，我叫多多。我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其实还行啊，但我爸这个人从来不会给我1分零花钱，因为他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勤俭节约的人，我就觉得特别矛盾。勤俭节约作为一个好习惯的前提是得先有钱。一个人有钱不乱花确实值得表扬，没钱不乱花那不应该的吗？就我爸想让我勤俭节约，你得先给我钱，这样我只需要抵挡住一种诱惑，就是不要乱花钱。你不给我钱，我需要抵挡的诱惑太多了。不要偷，不要抢，不要骗。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同时喜欢我们班一个女生，那个同学会每天偷偷的往她抽屉里送巧克力，那女生不想吃，她又给其他同学吃。我没有钱，我什么都送不了，我只能写情书表达我的心意。那女生不想看，她也给其他同学看。哎，你那情书上的话被别人看见是很尴尬的。我还说那巧克力都是我送的。小的时候因为没钱丢过脸，你长大了有钱就想体面一点。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用生活费买那种 logo 印满全身的衣服，从上到下全是勾，这种穿上你不管帅不帅，看起来就特别对，满分穿的。有的人会觉得我这样穿很装很虚荣，我就装。就虚荣，我就需要外表的光鲜亮丽来掩盖我内心的自卑，这种感觉孔乙己应该懂。我都很想问问他，当时不愿脱下的长衫是不是也是 Nike 的啊？我后来又想再体面一点，我跟我家里说我想买这个我最喜欢的新款手机啊，6000块钱。我妈说你想买你就想。我爸给我讲道理，他说儿子没关系。你好好学习，找一个好的工作。现在的你买不起，未来的你肯定买得起。未来的我肯定买得起，这句话点醒我了，我就分期付款。提前消费，分期付款真的有点太爽了，它让你感受到消费的快乐，又感受不到花钱的疼痛。你花钱不痛，就很容易忘记自己花过。我当时卡里有2000块钱，哎，明明买了个6000的新手机，第二天一发现，怎么卡里还有2000块钱？我又分期买个电脑，怎么卡里还有2000块钱？我说这个钱怎么花不完呀？我当时的生活理念就是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啊。这个快乐就是快乐，就是当下有点太短暂了。当下对我来说就是现在到下个月的8号。8号是还款的日子。我每个月8号，我一看那个账单，我就在想，人就一定得过8号吗？我可以一个月过2次7号。8号叫我还钱，我没有理他。9号又来催我，我说这是干嘛呀？过号就应该作废呀。每个月为了还上那个账单，我真的是在学校做过不少兼职，当然主要还是靠以贷养贷和欺骗父母。我知道这2种方法都不对啊，无论用哪一种，我都内心备受煎熬，所以我一般是2种方法交替使用。你不能一直欺骗父母啊，你不能这个月跟我爸说，爸，我需要钱去学英语4级，下个月又要学英语6级，再下个月考教资。我家里知道我没这么聪明啊，学不了这么快，而且在父母眼里这也太奇怪了，这孩子怎么平常好好的，那一到8号学习欲望这么旺盛？经常找家里要钱，要这个买学习资料，但是一到期末成绩没有任何变化。我爸都问我，他说你花钱去学的那些知识都到哪里去了？我说都还回去了。其实我分期消费这个习惯已经保持5、6年了，动不动就分12期。
说实话，对我价值观影响蛮大的。我前段时间跟我朋友出去逛街，他看见一件衣服很好看，舍不得买。我说这有什么好舍不得买的？这件衣服不挺便宜的吗？也就100块钱。他说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这件衣服1200。你们懂吗？我现在脑袋里有自己的汇率了，1:12。我现在看见一个东西的价格会下意识的除以12。一件1200的衣服在我眼里是100，但一件100的衣服在我眼里是免费。这不废了吗？我马上给未来的自己写了封信。你还好吗？你应该很久没坐过高铁了吧？所以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养成一个健康的消费习惯，我就把网贷给关了，不让我关，说我钱没还。我说这个钱能不能不还了啊？就当给我个面子。毕竟当初我用你们钱的时候，我也给了你们一个面子啊。我以前是选择活在当下啊，我发现我活着只能活在当下了。这个未来的钱已经被我花完了，过去的账我又不想还，朋友们没招了啊！真的不要轻易网贷，我知道很爽，但是会不知不觉欠很多。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会让你摇摇头眨眨眼。谢谢大家，谢谢多多。喜欢多多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我和小马老师看的一脸欣慰啊。我觉得花多多就是红气养人的。没有。因为我看了那个节目播出，我真的觉得在手机上看的时候，能看到你的面部表情啊，这些东西就更加觉得你说的那段很好，然后真的能共情到很多东西。因为熟悉多多的朋友应该知道，其实他第1季很早就离开了这个节目。那得相当熟悉他的。2年的变化真的进步太大了。谢谢。结尾特别好，这结尾一下把这个事儿给扣上了。我觉得这个结尾特别有劲儿。我也看过他之前那个作品嘛，玩手机那个是吧？对，我觉得他这个气质就有点坏的，但是那坏里面让你觉得他很可爱，他说的话你能听进去。我觉得这个气质是他就每个段子都能打动别人的一个基础。今天虽然吃了几个今天已经是我吃的算少的了。我以前一篇5分钟的段子我要吃2分半，就是一紧张我就嘴巴特别干，然后就。但是因为我觉得你的气质是独特的，所以那点小的瑕疵其实影响不大。谢谢。所以说，我觉得他就是老是有那个举重若轻的那个劲儿哈。是，而且上次手机，他老是跟当下年轻人生活都贴得很近，因为就是他们的生活。好像那咸鱼也写过这个是吧？写过。咸鱼好可爱，风格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你们俩有聊过吗？我们平时会经常一块写作，大家也会交流很多点。我个人觉得多多这篇写的是比我那篇更好的，我那个可能是咋呼的成分多一些。但是多多他人也很好，他选择在这一轮再讲这一篇。他其实第1轮的时候其实就有这篇，他把讲那个第1篇的机会让给我，谢谢你多多。总是向你索取，绝不曾说谢谢你。哎呦，什么玩意儿呢？多宝鱼。你看他这个在演完节目这聊天这个环节当中，你就看他的这个就是他自己平时这状态，跟他表演特别像，就是跟这儿。我记得上一轮我就说，是吧？我还起的范儿挺大的，说那个上一季之前怎么样，后来这季怎么样，他就往这一站，憋半天，玩呗。完了，我这次不敢问了。这次没有，我其实就是很紧张，然后我是那种压力越大我就会越垮掉的那种人。没事儿，今天已经挺好了，而且你这种演员确实是吃亏的，咱们实话实说，很好了。谢谢多多，回到你的朋友身边吧。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前4位演员中的最后一位了，哪里不平哪里有他，掌声有请嘻哈。
开心，因为看到很多朋友这次来了。去年1年，很多朋友发消息说很想跟我交朋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我的闺蜜。我和我的大学同学小陈是最好的闺蜜。但我们两个性格是2个极端。她是典型的 INFP 小蝴蝶，我是 AFPF 爱发披风。就怎么跟大家说，我遇到事情会搏斗，小陈遇到事情会拨打我的电话。小陈这个名字你们一听就知道他注定是会上1818黄金眼的人。10年前，有一天我刚下班就接到小陈给我打来的电话，我刚刚接起来，感觉小陈直接驾驶着一辆蒸汽火车朝我撞过来。我当时我说喂，他在那边哭得朝气蓬勃，这一切我太熟悉了。我说地址，1分钟之后给我发了一个理发店的位置。很快我就到了，找了一圈没有找到他，干脆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在哪里？你来找我，我在一个奶奶的旁边。话音刚落，奶奶抬头，老子就是这个奶奶。我一看，头发给他烫的呀，直接烫成咸鱼加黑灯。屋顶塌2边高，远看就是个大写的麦当劳。我说你怎么回事？小陈说，今天逛街嘛，遇到2个帅哥。他们说今天他们快闪店开业，然后说我很漂亮，免费请我当发型模特。你是知道我的，我从来都不相信帅哥的嘴，我只是相信我能当模特，你知道吧？我太知道他了，他就是相信帅哥的嘴。就这么说吧，你要在那门口给他换成2个南瓜，他能打死1个南瓜，再把另外1个南瓜的马车骑着就走了。根本不可能上当受骗，但是因为帅哥太帅了，跟着就去了。一到店里，一个请他躺下洗头，特别温柔；一个说他发质不好，看着显老。2个帅哥，一个洗头，一个洗脑。小陈瞬间双喜临门，特别的好。趁小陈脑子进水的时候，店员说：“哎，今天正好有活动，充值免费送烫染。”小陈就在这样双喜临门的幸福当中，忽悠着直接用网贷充值了3万。是的，没有听错，3万，还没有分期。我只是庆幸他的额度只有3万，他就是这样的人，我都习惯了，真的，朋友们。大学的时候，他就借过我的钱，给穿越过来的秦始皇打过钱。店员说今天充值双倍积分，还送免费烫染。烫成这样还好意思说免费？烫成这样应该赔他精神损失费吧？3万，从头发的纹理都能看出价格，刘海全是3，后面全是0。关键小陈说没有烫好之后，店员开始容貌攻击小陈了。进店之前还说你是美女，来进来当模特，现在说烫不好是因为小陈的颅顶凹陷。朋友们听一下这个词，颅顶凹陷，就感觉小陈的脑袋长成了一个波，那种一敲会咚汪汪汪汪那种波。我和小陈对视的时候，他哭得更厉害了，因为我当时真的忍不住要笑。因为它真的很像那个钵里面装满了烫卷的泡面，我都不知道他明天上班该怎么办，因为小陈是个空姐。他这样子怎么上班？他明天这个样子顶着这个头，他连飞机舱门都进不去。啊，旅客跟他说空姐饿了，他直接把头上的帽子掀开说给，这是我烫好的泡面。哎呀，哭得很惨。我到了之后，总监就过来看着我说，你的诉求是什么？盛气凌人。我说是这样，帅哥，
他明天还要飞航班，他进来前什么样子，你就给我恢复成什么样子。总监说做不到，还说是你们不懂时尚。你要知道，我可是这家快闪店请来的明星造型师，就这个手艺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明星造型师？我当时非常生气，我说退。他说退，钱不可能退。我在那里退，他在那里不退，我们俩就在那里相对，那就针锋相对，吵得不可开交，在那里说唱巅峰对决。吵得最厉害的时候，进来了一个客人，推门而入说：“这个是新开的什么店？”我当时指着招牌说：“快闪。”客人直接闪了。总监说我造成了客源流失，要我赔偿。哟，开始对我进行 PUA 了，但是我 APU 赚得快。我说，根据消费者权益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售方式提供服务的，应按要求提供；未按要求提供的，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再次提供或退款。他为什么叫我来？为什么是我站在这里？是有原因的。如果等我亮明身份，这个问题就不是简单退款可以解决的。Do you understand？ 当时说完这段话之后，我眼神坚定，鼻孔扩张，4个瞳孔炯炯有神，和他6目相对。因为他当时在质疑我，但是他不知道，一个胸中有法律的人民群众是经得起质疑的。我的鼻孔像2个黑洞，吸干他的所有质疑。片刻之后，他妥协了，说：“退，妹妹，你能不能把你朋友喊进来，不要在门口打广告了？”我转过去，小陈，阿爸。办完退款，店长亲自送我们到门口。当时在门口看热闹的客人们问我：“妹妹，你是什么身份，这么有威慑力？”我当时掏出身份证，只是一个熟练掌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人民群众罢了。处理完这一切，退了钱，接着小陈我们就去开车。小陈在路上气得冒烟，感觉头上的泡面都快泡好了。上车我让他把安全带系好，免得泡面洒了，端好。小陈就在那里端着。回家路上，我副驾驶那碗泡面边哭边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把那个权益法背得这么快？”我说：“因为这已经是我这个月第2次帮你背了。”哎，16年来，小陈一直这样，什么事情都非常的依赖我。他一直说我就是他的底气。确实，3年前我离婚的时候，他哭得比我还大声。我说：“你哭什么？他们早该离了。”我说：“不哭，从头开始呗。”但那个时候要处理完离婚的事情，有很多问题要处理完了之后就没有什么钱，搬出来租房子的时候，直接当时就给我转了2万8。他当时，我说：“你这个不是贷款吧？”他说：“不是。”我说：“那谢谢你。”我说：“我过段时间还给你。”他说：“不用，你先拿着，不用还，这个本来就是你的。还记得那年你在理发店帮我要回来的钱吗？”我当时说：“不是3万吗？”他说：“我留了2000，准备烫个头，漂漂亮亮的陪你从头开始。”有这样的闺蜜真的很幸福，朋友们，真的。去年我来参加节目总决赛播完，她看完之后给我发了条信息，她说：“不管怎么样，你在我心目中你永远都是冠军。”我当时特别感动，截图下来准备发一条社交媒体纪念，激励一下自己。一打开 app， 首页已经推送给我好友小陈最近点赞过的一条内容：爱奇艺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年度总冠军翟佳宁实至名归，你就是最好的大翟。闺蜜的爱就是这样，无私但不梭哈。今天分享这个事情是想跟大家讲，大家都说青春是手牵手坐上了永不回头的火车，而我和小陈坐的是蒸汽火车，他负责鸣笛，我负责向前冲。但是我们从出发那天开始到达的未来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永远记得出发那天他在上铺问我一会儿我们去哪里，我说去我们的30岁40岁，去我们的友谊万岁。谢谢小陈，谢谢。谢谢嘻哈，喜欢嘻哈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
脱个外套，讲热了，有点想小陈，怪感动的，我也想我闺蜜了，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女孩们应该都会想到心里的那个人吧？对，无论是你保护的那个女孩，还是保护我们的那个女孩，是因为我那个最好的闺蜜就像你一样，她是一个很有侠气的人，她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我以前是个小窝囊废，但是好像我们长大了之后会吸取对方身上的一些东西。对。我因为他的存在而我觉得我有变强大一些，好像他因为我，他好像也会触及到一些更柔软的地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友谊的力量吧。所以真的友谊万岁！真的，我真的特别开心讲这篇内容。这篇内容其实创作时间很短，大概10天左右，而且我懂你说的那种感觉。我跟我闺蜜因为都是大学同学，我们2个一起去面试的乘务员，一起分到了一家公司，然后就一起上班了。然后她很多年前经历过一场比较严重的类似于空难。但是解决好了。他当时很平安的回来的时候，他说我当时在天上遇到发动机起火，旅客非常慌张的时候，因为他是乘务长嘛，他在处理。他说但是我丝毫没有考虑过我家里面的问题，我知道你永远会给我处理好。他真的很好，他真的留住了我心目当中非常少量的善良吧。前几年大家老是在网上刷到什么防火防盗防闺蜜，我特别不喜欢这句话。我说句实话，这是个人行为，不要上升到这种身份。真心是能感受到的。对对对。你们男孩们的友谊说说。净说这不该说的。没有，我们都有，都男女朋友都有很好的。是，也有特别好的朋友。我和我特好的哥们儿，我们都有点高山流水那感觉，就是哟啊，是他会经常时不时的，哪怕再久1个月左右，他也会联系你一下。然后呢，他说他特别不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呢？说是啊，我们俩是特别好的朋友，虽然1、2年不见了，但见面还跟好朋友一样。我朋友的话说，那还是朋友吗？啥朋友1、2年都不联系啊？对，所以他就通过这种方式，一直维系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不会天天有啥事儿都互相分享、互相说啥的。但是就是这种然后别人想着你的事儿，感觉还真挺美妙的。10天。就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完成一个这么高质量的东西，除了内心里面有充沛的情感跟生活的基础以外，真的就是强啊啊，真是好啊。另外一个是在哪儿？就是他在这说的时候，我替他感到高兴，我也替那个小陈感到幸福，感到高兴。你就刚才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想曾经那些美好要一直能延续的像你们这么好有多好。我们其实也是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她刚开始也是那种很没有安全感的女孩，她谈恋爱的运气老是不好，然后每次遇到一些渣男或者什么，后来她自己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我老是谈恋爱的运气那么好，是不是因为我遇到了你？他就说他在友情的运气上就已经很好了，我就觉得其实很开心，是他真的非常的包容宽广，包括这2年可能大家因为看到我跟王悦稍微经常在一块儿，因为工作嘛出差什么的，网上经常看到说什么3个人的友情很拥挤，一点没有。他甚至在王悦生病的时候，我没有时间的时候，他也陪王悦去医院。这一点我真的是很感谢小陈。对 ，Yes. Yes.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Yeah, I think I remember,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radio. I also opening the Japanese salon with my friend, with my best friend. OK， 我翻译成中文了。让我们说中文。就是其实我跟我的搭档阿茂也曾经开过一家发廊叫梦幻丽莎发廊。他们俩是双喜临门是吧？对，我们出了一张专辑，那张专辑叫梦幻丽莎发廊。但我也很希望有你这样的闺蜜了，可以帮忙。现在开始也不迟。对，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是像王博老师说的，还有郭麒麟先生说的，我一天换8个称呼。有些朋友他有时间性，到了某一定年龄、某一个空间、某一个时空，他好像自动的，就好像就那个时空变了，大家就不联系了。然后随着我也红了嘛，大家也知道了。后来慢慢就发现很多朋友，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很可惜，可能大家不在那个时空。明白。其实刚刚你形容的画面其实很像您在一个沙漠里面迷路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骆驼，你们2个结伴而行，走出这个沙漠，你要寻找一片新的绿洲，而他要前行到下一个沙漠，你们一起经历过这段路程就 OK 了，记住就可以。Yes。有意思，等了1天了，终于等到了理解人科的一位朋友。那我们谢谢嘻哈，谢谢，回到你的朋友身边。我觉得他有一种很强的魔力，就是你会感觉很想要跟他做朋友。
大家好，我是小陈，这是嘻哈的猫，这才是嘻哈素人版。我们大学同窗，一同踏入民航行业，一起嘻嘻哈哈。好了，不说这些素的，聊聊他红了之后的吧。我在剖析我自己，我想把最真实的自己跟大家讲。现在他每一场演出都座无虚席，走到哪里都能收获到特别多观众的喜爱。就算身处万众瞩目的圈子，他始终能守住初心，并没有丢掉我们当年纯粹的模样。是，哎，友谊其实从不需要生活步调完全一致。嘻哈，感谢您一直跟我同乘一个航班，期待与您的再次相见。嘻哈演完，那我们这一大组的前4位朋友都演完了，我们会先揭晓七友南瓜多多嘻哈的得票情况，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今晚第一个200。那他们的队友就会按照得票的顺序依次登场。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朋友曾经跟我们说过，有些人他只配去北京。那今天要聊的是北京的前一站，掌声有请大老王。大家好，我是大老王。哎，我是内蒙人啊，内蒙古乌海人。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城市，但你也许在蚂蚁森林上帮我们这个城市种过梭梭树，所以它不是一个典型的草原蒙古包的内蒙，沙漠化大概在60%。所以在我们这儿的环境下呢，其实我们那儿小混混是不染发的，因为出门就是黄毛。风沙里面走路举步维艰，走一步得退2步，1步2步，1步2步，6步。曹植7步成诗，在乌海根本张不开嘴。煮豆，哥哥杀我。拿着东西是很容易会被刮跑的。从小我就知道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但也许是被大风刮跑的。所以我们会利用这点，考得好呢，就会把卷子放到书包里；考不好呢，就会让答案在风中飘。我甚至见过1匹布被刮上天，1匹布33米。在天上缓缓地展开，遮天蔽日，以为哪个神仙踢被子了，然后一群人往下拉布布。在沙漠每天玩回来，浑身都是沙子，像一个文物一样。一个班级做操15分钟就是一个兵马俑方阵。西安兵马俑长得都差不多，很无聊，但我们那个刮风可什么俑都有啊，男女老少俑。自行车俑，台球桌俑，整个乌海可以说是风起涌涌。沙漠是无情的，前一天玩的痕迹，第2天就会被风沙刮得消失殆尽，整个城市跟失忆了一样。我们那城市好像得了一场怪病，阿尔兹沙漠症。从小就要发誓逃离这种环境，就去了北京，然后发现北京也有沙尘暴，甚至传闻北京沙尘暴就是乌海刮来的。想我的风还是吹到了北京。我是2011年离开了老家，然后离开以后老家开始转型，发展的越来越好。我甚至查了一下，我们老家就是11年开始发展的。一时分不清楚谁逃离谁。我现在生活在北京，其实工作生活也没有那么的稳定，也挺漂泊的，因为我们就是演出嘛，
有时候7天7个不同的城市，要住同样的全季酒店，吃一样的麦当劳。回到北京租的房子里面反而睡不着觉，认床，躺在那儿扶墙找那个总控按钮找不着。为了适应这种舟车劳顿，在家专门换了一个全季同款的枕头，为了回家能有家的感觉，甚至吃麦当劳吃出了乡愁。有时候看着麦当劳 logo 在感慨，我说这个 M 该不会是妈妈的意思吧？然后会跟着背景音忍不住唱出来，麦当劳妈妈妈妈妈。有一天在酒店刷小某书，刷到很多人在小某书上种草乌海，我说是得种草，因为树也活不了。说乌海已经转型成为了旅游城市，但小某书的宣传有点太夸张了，说是京郊2小时可达的沙漠美景，飞机2小时。别这么宣传吧，飞机2小时都到上海了，这也太难选了吧？啊，乌海和上海，成吉思汗跟琳娜贝尔，甚至还刷到《再见爱人》第4季的最后一集是在乌海拍的，就他们决定下车要分开走的那条沙漠公路。我是怎么知道呢？我当时看的 cut， 我觉得这个地方好漂亮呀，查了一下，居然是我老家。那种感觉太奇妙了，就你以前觉得没这么好，分开以后越看越好，原来这个就叫再见爱人。其实老家每年都在变，甚至变得越来越好看，绿化也变好了。你越来越老，老家越来越年轻了。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你一身基础病回家，哎，你爸做医美了。我妈甚至把我家都装修了一遍。我回家问我妈，我说我睡哪儿？我妈说客房。我说好，那你是不是忘记给我办入住了？走了以后，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你是不是喝了冰箱里1瓶饮料？哎，想全记了。我现在对老家熟悉又陌生，我不属于北京，老家也不属于我，属于我好像的。就是那一个个星巴克、麦当劳、全季这一个个连锁店，我不知道我是哪里人，我可能是一个生活在北京、出生在内蒙古乌海市的一个连锁店人。我当然希望老家好，但你总有一些时候想回到小时候，那个时候卷子被大风刮跑，答案在风中飘。但现在偶尔北京还是会有沙尘暴，我一定会出去看看。是你吗？故乡。乌海。我们顶峰相见。谢谢大家，我是大老王。谢谢大老王。喜欢大老王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要不先问问大林吧，这看了大老王3年了，我看他呀，哎呀，看着我长大的，哎呀，对，头1年叫老王，今年才叫大老王的，挺好的。我是觉得。细听下来，感觉他的这些东西还挺浪漫，是吧？这个他一直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有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特细。你之前一直没发现你这个闪光点，哎呦，嗨！今年觉得您越看还觉得越有点儿，嘿，这个你看，哈，这大老王，哎，跟个手办似的啊，这样。反正是挺好，挺可爱。跟您聊2句啊，就说您这来到北京是多长时间了？10几年了吧，12、13年了吧。啊，那您对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呢？我就觉得熟悉上班的地方，对，但是没有任何归属感，但只是有些朋友啊这种感觉，就是感觉永远会离开，但是你也不想回老家。他刚才说北京其实也没有那么强的归属感。
然后觉得离老家又远了，那个我倒是有，就是找不着故乡，他的这个感觉哈，这诗意在这儿了。那句话特别有感触，就是老家越来越新了，我越来越老了，是这么说吗？对，因为我突然想到，我前2年回老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初中都拆了，然后你发现它已经不是你童年的样子，然后你也回不去了，他也回不去了的样子，对。就是浓浓的乡愁的感觉，很好，特别浪漫的散文，让我想到你那篇《我的一天》，不同的风格，但是有同样的气质在里面。谢谢。但反正能看出来，大老王这次就是特别的努力。你看，唱歌用上了，使相用上了，煽情用上了，没哭啊，这次反正是。突然想到，我前2年回老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初中，我的初中都拆了。我以为都挺先进的技术呢。我是拍在那个是你吗故乡那儿，对，我觉得那个我很触动。然后我觉得你刚才那个观察还特别好，就是这个连锁店，因为大家这个城市现在都很像嘛。你去任何城市，其实那个景观都很相似，这是一个很普世的一个感受啊。然后你把它说出来了，我觉得很厉害。谢谢老师。这应该是从咱们可能从我这个岁数往上，可能往上个20岁，可能往下个10几20岁，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经历。交通发达了，但是就是大家需要更好的机会或者向往更不一样的生活的时候，就一定会离开自己的家乡。我是觉得处理的蛮好的，挺轻盈的，是吧 ？Yes。谢谢大老王，谢谢。就是可能所以就让那个后面老师从这种情绪出来啊，是很好的段子，大家放松，好吧？好嘞。录制前1天晚上，大老王一直把开放麦坚持到改到最后一刻。他很想把这篇稿子讲好，关于他的家乡。对，很浪漫的一篇稿子。每个人对家乡都是这种复杂的情感。你不能像吐槽一个社会现象一样去狠狠地吐槽它。但你又不能明显的说你爱他。大家好，我是大老王，我是内蒙人，内蒙古乌海人，我们顶峰相见。加油啊！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其他演员看到他都会说一句：“哎，这下咱们有救了！”掌声欢迎季鹏。大家好，我叫季鹏啊，我是一个中医不是老中医，青年中医啊，90年的等会儿，90年不行吗？90年这样也差不多了吧？行，不要问了，真是中医啊，中医不能减肥，别问了啊。其实我也瘦过，我减肥成功过，就当中医之前，上大学那会儿。那次为什么一定要减肥呢？就是因为那会儿网上特别流行一句话，给了我减肥的动力。哎呀，特别诱人。他说每一个胖子都是一张没有刮开的彩票。就是我那会儿就年轻啊，就不太了解咱们这儿的这个彩票。我说我是彩票，我得刮呀，我就上网查怎么减肥最快。人就告诉我了，2月吃素绝对能瘦。我说2月谁坚持不了啊？我就天天就柿子黄瓜豆愣吃2月。2个月减了37斤，然后就脱发了。彩票刮开了，从这儿刮开的。这还不是最可恨的，最可恨的半年以后就反弹了，肉回来了，头发没了。这叫什么？是凭什么呀？脂肪伸缩自如，毛囊直接退休。我跟你说，脱发太可恨了。脱发那就是命运对人类的一种嘲弄。为什么？你想这发型啊，头发来说啊，两边剃再短不嫌短，中间留再长不嫌长，这脱发就只掉中间不掉两边，有用的全给你掉了，没用的都给你留着。我要这玩意儿干什么呀？这中间不长头发，整个头就作废了。以头发来说，这就黄埔，这就静安，这就崇明，知道吗？你黄埔静安给我摧毁，留一堆崇明干什么呀？我现在没有任何办法了，我是任何发型整不了了，对吧？你能想象吗？我现在我留一个披肩发，我求千尺，我连那直发都做不了了，我这前面太少了。我要想直发，我得把周围所有的这个全放在中间，
啊，整个中国喜剧界能驾驭这个发型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郭麒麟的爸爸。我敢吗？我敢吗？我这样上来，我说天亲，僭越了，没有任何办法了，好吗？你一旦脱发了，老老实实的，人生中最后一个发型，不要再挣扎了，越努力越心酸。你见过吧？有那大哥，哎呀，中间都掉光了，愣把旁边头发梳过来，假装自己还有头发。干什么呀？这什么？这防晒呀？啊，他这人太乐观了，他妄图欺骗我，这条形码是他头发呀！啊，谁看不出这是个10-0分呐？是吧？你想过他每天早上起来有多心酸吗？各位，他晚上得睡觉，然后睡觉翻身了，早上起来头发这样，他得来到浴室对着镜子，第一步哎扣上，第二步调整这个行间距。那还有第3步呢，是吧？还得手行缩进呢，是吧？太心酸了啊！但是从逻辑上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他没有头发，他梳过来5根6根，这不显多吗？这我能理解，我就不理解谁。我认识一个人，他就梳过来1根，这边都锃亮，从这一圈里头愣留一撮，歘留就这。这是什么呀？这是啊，人造发际线啊，就为了告诉我这边是头，这边是脸，啊，显脸小是吧？哎，我夏天跟他说话，我都没法把我注意力集中在他眼睛上，我怕什么？我怕这根一会儿掉下来，他掉下来了就给我陷入一种道德的两难，我是服是不服啊？太尴尬了，朋友们，你琢磨啊，你琢磨他走廊里冲我这样就来了，啊，我在对面我怎么办？我说你发型乱了。哎呀，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嘲讽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因为你们脑子里头现在只有他静态的画面。你见过他骑电动车吗？太混蛋了。空气刘海，发着电报就来了。他还是我个长辈儿，他从我前面骑过去，我看着他我不能乐，他我，人还跟你打招呼。这个世界对我这样的90后就非常的不公平。好在我是一个中医，我这个长相90后当中医，那可以说是少走了10几年的弯路。好，那患者一推门进来，办公室4、5个大夫，谁都不理，就找我。呀，主任呐，我实习的，小季。你找主任是吧？你找主任上走廊吧，主任查房去了。啊，主任可好认了，就那个。啊，有头有脸的。哎，后来我是打听了一下，他是听说主任头发少，他没想到我们科室等级那么森严。啊，你想这是主任是吧？那边还副主任呢，然后才是我呀，我不能输人那个强者的发型，那不又僭越了吗？啊，人那1道杠、3道杠的都有级别的。啊，你以为呢？是吧？正高。副高是吧？我不能恶意模仿，要主任能爱看我吗？人主任早上骑个电动车挺高兴。好，我从那边拐过来，我俩顶峰相见。哎呀，就是一定要理性减脂、科学减脂啊！不是所有人减肥成功以后都显年轻，啊！我要能起到一个警示作用，也算是开了个好头啊！谢谢大家，我是季鹏。谢谢季鹏，喜欢季鹏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演得很松啊，而且我刚跟这大老王我们说了一句，就感觉运用了很多相声的技巧，应该是您看着有这感觉吗？因为提相声演员了是吗？
他这语言上，他的那个气口上之类的，反正听着很舒服。我觉得您这口风特别中听。我澄清一点啊，这郭老师他是因为他不脱发，他才留那发型的。是对啊，对吧？要中间没有，他没法留啊。对啊，他这彩票刮开是一桃，你知道吗？挺喜欢您这风格，从上半场开始，每次咱一有点这种集体活动啊，我就特别爱观察这个季大夫。这季大夫特别的，就是你说他合群吧，他反正也不掺和；那不合群不，他还跟那儿站着，你知道吗？就是您在底下跟这儿正那个问题发现我在告诉大家的时候，他就跟上面。他正发现问题呢，跟这儿正找着呢。之前凡是又唱又载歌载舞的，他跟这儿都是。没事。年轻人，问题出现。岁数大了，动不动了，容易一静不如一动。那我觉得这个会观察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我们那时候叫观察生活练习，说我们那时候老是去什么火车站去哪儿，小卖部去哪儿，然后再去看人家，看各色人等是这意思对吧？那点其实完全不一样，就是长在生活里边，可能那个东西出来的那个营养就会特别结实，因为你特别知道从哪儿下手。是我平时就观察，我不掺和。对，90后这确实是一看是平时用脑确实也过度，然后对，季大夫这个确实很松弛，然后我开始没有拍摄，我觉得他一直在说这头发，我在想后边是不是有别的，所以我就一直在等。然后到了最后的1/3，他还在讲这头发，我就被给感动了，感动了，好了，对。因为我觉得他是很执着的在说这个主题，而说到后来，其实我是觉得那个就几道杠那个，就是他跟那个领导啊，跟那个就是处室结合在一块儿，我在那儿我拍的，对，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对，而且他的段子呢都是从自己的特点出发，包括之前的减肥，还有这次的脱发嘛，有点自身形象的加持，也会更有说服力，有点人段合一的感觉。哎，我们乐队也有几个脱发的，对。你们乐队不就2人吗？对呀，我还有其他乐手老师的吴且，对。哎，茂哥不是光头吗？茂哥他剃过光头，但是他还在坚持，不断的有一些新苗在生长。新苗，但很艰难，我知道。能坚持尽量坚持啊。但我的烦恼就是我头发太多，没人问，对，是没人零人问。我特喜欢他那个包袱，就是那个嘚儿，就是这个音效是特别神来之笔的，因为你只有这个动作，其实大家比如能想象啊，迎着风啊，有一个飞舞啊，或者凌乱，但是这个音效实在是非常，一下就卡通起来了。但我不觉得不像发电报，我觉得它像电车，它不是有一那线吗？是吧？啊，好嘞，我们谢谢季鹏，谢谢精彩的表演。那季鹏演完，我们下一位朋友已经蓄势待发了。话不多说，听懂掌声，有请咸鱼。我在特别紧张的时候，就会用很大的音域一直讲话。存钱，马上给我存钱！其实正常我要演的话，应该是有起伏的一个音量来带着大家往节奏里进。咸鱼他一直跟我说，我这场一定要放松下来，一定要放松下来。开始在上，然后做了一会因为季鹏的稿子我们也看过很多次，也是非常炸的稿子，又是晚场演。然后多多他下来之后，我快上的时候，他就从兜里掏出来一个幸运饰品，他说这个给他很多幸运。你把这个揣着，这个是，这可以炸场。期间呢，他们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队友在这个赛场上更重要的，2个人奋战是比1个人奋战更好的，你们会给对方很多精神上的支持，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谢谢大家，大家晚上好，我是咸鱼。感谢这场比赛对我和辛博也很重要。最后一次，把热情留给我们2位，鼓掌！感谢你们，谢谢你黄渤老师。看季鹏哥讲得非常好。
在台下非常有同感，共情而且害怕。他90年，我96年，6年，恐怕长大之后我就成了你。谢谢，都不容易，这边没看见，给你们看啊，咱都有的看。我这演出就是好，散着不讲，大伙儿都有的看，好不好，朋友们？最近我也想减肥，一直瘦不下来，去体检，想去体检，一直没有成功，因为体检前一天晚上要禁食10小时，不是说一直吃10小时啊，那我也受不了，是不让吃10小时，不让吃10小时，可以从上海一路开车到湖北。这个朋友问得好。为什么要去湖北？因为湖北省的简称是我饿得快，不用10小时，2小时我就饿了。而且朋友们，我说的饿不是大家对我们胖子刻板印象的馋，不是馋，就是饿，它是有区别的，有区别。馋是舌头的低语，他想吃，他劝你，在你耳边说一些谗言。你又不胖，你又不胖。馋是舌头的低语，饿是胃的咆哮。谢谢，谢谢。打开手机一看，饿了吗？饿了。我早就饿了。这2天看世界杯，有共情，能同感。我的嘴像一个无能的守门员，一吃东西胃就高兴，耶，又进了，是伟大的意大利面。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人饿的时候会点大于自己食量的外卖，你点的多，花的也多。还好有淘宝闪购，上淘宝闪购搜夏日军团，点外卖军团更优惠，点得多吃得饱，这样的 app 不好找，恩格尔系数越来越小，真好。感谢感谢感谢，你说这节目播了，咱也念上商务了。之前看他们念给我馋坏了，你知道吗？感谢大家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好，商务结束，我们言归正传。饿，不吃不行，有症状，手指发抖，浑身发冷，眼冒金星，去医院查，大夫说低血糖。我不相信，我都没问大夫因为什么，我说大夫，凭什么呀？我低血糖，我像低血糖的人吗？高3那年我就3高了。大夫说，谢谢。大夫说我这种症状非常典型，吃得多，饿得快，长得胖，典型的胰岛素抵抗。因为我爱吃主食，米饭、包子、馒头、面条。他说再吃下去容易得糖尿病，勒令我从今天起吃粗粮，给我开了90根玉米，让我拿回来。90根听着多，是1个月的量，我是半个月吃完的，因为我想快点好，你能理解吗？谢谢，非常有逻辑的一个梗，谢谢大家。大傻子喜剧也开窍了，朋友们啊！接着说，他说你管不住嘴没关系，你给我去迈开腿，让我锻炼。我不喜欢锻炼，你们也看得出来，跑步累人，健身房又很丢人。我每次去健身房身材好的人怎么这么多？跟他们一块锻炼，我跟小猪崽一样，真的。而且我说实话，你健身房的装修设计不就是为了
放大我们普通人的身材羞耻，来让我们办卡买课吗？啊，你看那健身房怎么装修的？好好的4面墙不涂成白的，整2面大镜子，为了让你能看出来自己身材有多差。可以，那剩下的你弄成墙，哎，弄成玻璃，为了让路人能看出来你身材有多差。有时候好不容易心血来潮练完力量，想去跑会儿步做会儿有氧，专门把那个跑步机摆在玻璃旁边。我就是因为外边跑步丢人才来的健身房。你知道我们胖子跑步很狼狈的，你知道我在那跑，路过的人看我都是，哎呦，这减肥能解决吗？你这问题都是那种眼神。你知道我原来都不理解为什么向前跑要迎着冷眼和嘲笑。不想锻炼，不想锻炼，朋友推荐我，那你就去减重科。现在很多3甲大医院都有了减重科，去了大夫让我打减肥针，司美格鲁肽。哎呦，那针流行厉害，说打肚子上之后吃东西恶心，以此就能达到抑制食欲的目的。我打了，也恶心了，但它可没有抑制我的食欲，它磨练了我的食欲。这不是我第一次对抗食欲了，我之前是靠意志力节食对抗食欲，我的意志力很坚定，虽然看着不像，但我的意志力很坚定，奈何食欲更顽强啊！我都打减肥针了，他都没有退缩，他说哇，还有第2关啊！现在我就打着减肥针不瘦，每天小某书给我推这个打针又瘦了，那个打针又吃不下饭，这个打针没食欲。我现在感觉我活得像一个短剧男主角，全球食欲下降1万倍，我不变。我和我的食欲合作对抗司美格鲁肽这个药，到现在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跟大家汇报一下，很惭愧，中间最瘦的时候居然瘦了20多斤，但是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已经胖回来了。谢谢大家。除了谢谢大家，我还要在这里感谢我的老妈提花，感谢地三鲜，感谢毛熊，感谢所有好吃的，是你们让我意识到西方的药物打不倒中国的美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当然了，言归正传，我吃粗粮也好，锻炼也好，打减肥针也罢，我也不是为了变瘦去迎合所谓的审美，我就是想健康的享受美食。我觉得咱们爱吃好吃的人就是最美的，对不对？识时务者，对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不对？说到这儿我也饿了，要去识时务了。谢谢大家，我是咸鱼。感谢咸鱼，没有道理。感谢。喜欢咸鱼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感谢，感恩的心，感谢有你。秦博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咱们聊聊咸鱼这段神奇的脱口秀。哇，是博哥是哪次上次说的，就是半夜的就必须来一段这种，对吧？真的是，他就是半夜的炸鸡，你知道吗？是，热量贼高，解饿。我说你也没亏我刚才根本不负责任的，还没开始讲就给你拍了灯。哦，太感谢了，黄博。我觉得还是相信的，我觉得你有这个能量，特别奇怪，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的能量哪儿来的。我刚才偷着吃饼干了，才是。就2片，算了，这不卫生，这个不好意思，我这穿起来。
对，我还是郑重邀请啊，还是里院洗浴节，我太感谢你，就没有别的意思。我就说去了以后嘛，就是攒一下这个流量老是流动。我就让你守着一个路口，我估计能把所有人全堵着，你知道吗？谢谢黄渤老师，没有人进剧场了，都看路口的演出。我看双雪涛老师也是疯狂拍灯。对，我觉得都演得太好了，在这个点儿确实一下大家全都精神了，全都被你吸引住了。因为我第一次看他现场表演，他的句子都挺短。对啊，他把这句子切得特别好，然后一拳打过来，一个组合拳。那到最后，我觉得已经跳出脱口秀的变成一个演讲了。到最后再有点文学性了，是不是已经？完全没有文学性，有点短视频性。梦回大兴，惊悚炸开，因为湖北省的简称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力量感非常强的一个选手，然后这个段子又跟他这个表演特别的 match，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match 啥玩意儿？English yeah 啊 match yeah 啊 yes anyway 你来吧。我之前就知道你啊，因为有一次我是看你跟罗老师的一个播客啊，是的。但那个时候你已经就在听你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你已经很好笑了。谢谢您。对，而且就是这种表现，就是就像双雪涛老师说的，很短的几句话，就一下子把那个场子给，你明白吗？我明白，大家都明白。谢谢。I know you.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fun. Yeah. Thank you. Wonderful. Yeah. Potato. Yeah. Potato 是哪儿来的 ？Tomato. Yeah. Thank you. 对，还有刚才那个90根玉米，对那个特别好，那个半个月吃完了，为了增加疗效，我的天哪，那个太棒了，那个有巧思，太棒了。感谢您了，脑筋急转弯，也就是啊。笑得脸疼。对，我觉得我们看咸鱼的脱口秀的人都特别有福气。其实笑也是减肥的，你们知道吧？就是你肚子一直在使力嘛，其实是你的核心在发力。我觉得他这么演也是为了减肥。是，都是教练安排的啊。他一直在这溜达着演，我们就一直在这核心发力，在这使劲笑。所以这个叫什么？笑是生活的减肥药。笑是生活的减肥药。他演一场能减2斤。大林，我是土狗，我爱看。谢谢郭老师，谢谢。就是任何针对于什么这技法什么的点评，感觉苍白无力。呸！那位朋友说了，哪位朋友说的呀？哎呦妈呀，太好了，感谢。我也是在那位朋友问的，我哪有这么一位朋友？但你跟他分析技巧，在这个事儿上没有意义，就是对。你就像双雪涛老师说的，因为你要表达一个强情绪，你肯定要势必使用一些语气词或者是一些这种东西。但是咸鱼的句子非常干净，它的节奏，短剧一方面是节奏，但是句子真的非常干净，就是你细拎出来那些什么阐释舌头的低语，就是很准，真的，哎呀，厉害！谢谢哥。大师，什么都不说了。也麻烦大伙儿暂且忘掉我们其他人的表演，我们还有一位演员，好不好，朋友们？感谢。谢谢咸鱼，谢谢。咸鱼这次可不是大傻子喜剧，咸鱼这次在狂轰滥炸的时候金句频出啊，他的这个冲击力实在是太强了。因为他那种演法真的太耗费精力了，他在用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想感染你们，让你们开心。我不知道他再突破要怎么办，他再突破我感觉只能从大家的电视机前钻出来，然后给大家表演。吃点吧，你又不胖。就是很饿，听他讲完就很想吃东西。我们直接就吃饭。我们直接吃饭。这真满足。
酸豆粉、猪肝、炸五皮毛、小山包。真饿了，我也饿了。哇！哇！哎，怎么不能吃了？哎呀！我的妈呀！明天中午你想吃啥主食？接下来是这个最后一位演员了，等一下吗 ？OK， 我知道现在大家脑子里都是咸鱼给大家放进去的精致碳水，但是最后一位演员了，大家也都知道是我们的辛博，风格不同，好好听，我们给这场演出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掌声有请。哎，谢谢。我大概能猜出来你们现在心里边的想法，就是心疼辛博。没关系啊，我是大家老朋友，跟大家聊一聊。我这个人，我不爱开车，开车开久了，我会发现副驾是个非常邪门的位置，是个人坐上就要指导你。那个位置就是爹位，是驾驶员最严厉的父亲。I 人做了变异，E 人做了变态，哑巴做了能说脱口秀。我提车是我的发小旭哥陪我去的，他车开得很好，合计他老司机嘛。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他知道怎么辱骂对方，顺便帮我指点指点。结果全程都是对我指指点点，开着导航给我导航，导航跟他的想法一样，他就复读。前方路口右转，哎，右转。真的之前我都不知道啊，我聋。导航要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他就会坚持。你听我的，这块我熟。然后就听导航人家说，您驶入新路线，新路线远3.8公里。多个朋友多条路。这回我复读3点几，他聋了。每次红灯变绿都给我嘟囔一句走。刚学到的技法，这边没看到，这边再来一遍走。特像训狗。坐。就感觉我在开车，他在开我。我不明白为啥老司机就是一点耐心都没有，稍微有什么事不合他的心意，上来就给你来一套虚词的词组。不是，你这，哎呀，关键在他的语法体系里还能转化成一个弹舌音加一个出鼻音。我生气了，我说要不你开，安抚我会用一套虚词倒装。哎呀，不是你这，会强行给我输出他的驾驶理论，很多都跟法律背道而驰，非让我实线变道。我说那有摄像头，他说你快点变。教练让我先打灯再变道，他让我先变道再打灯。你打灯就是告诉别人你要变道，那谁能让你呀？你就得歘就过去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我说那人不骂我吗？骂你说明那个人他没有素质。那我还打灯干啥？
不灵不灵的跟后车挑衅呐，好像平白无故我打人一拳，还对着人家 wink。他给我的解释是不打灯追尾的算你全责，回去你好好学学交通法吧。真正惹怒我的是他一个动作，我稍微一加点速，他就。这个把手我不知道哪个天才设计的，保护作用一点没有，侮辱意味直接拉满。万一出了事故不抓这把手，还有可能留个全尸。抓了把手至少少个胳膊。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恶心开车的人。车有 A 柱有 B 柱，这个把手就是驾驶员的耻辱柱。我说怎么的？你是不相信我呀？他也不搭理我。走。我就只想跟他同归于尽，我也抓把手。咱谁不是从新手一点一点成长起来，对吧？那天我就发誓，如果有一天我成为老司机，坐在别人的副驾上，我就睡觉。坐过之后，我的体会是，敢睡，就有机会长眠。那感觉完全不一样，对吧？就知道自己可能会死，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老弟拿了驾驶证让我陪他练练，还没出停车场就蹭了别人的车头，问我咋办。走。他说哥，那有摄像头。我说那快走。你不得不给他导航，他那句话到现在为止还烙印在我的大脑里。哥，我发现这些车怎么都逆行呢？不知不觉我的手已经抓到了把手上，这个把手就是副驾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通过那几天对他的观察，我总结了一个判断驾龄的方法，你就看他脸和方向盘的距离。新手开车都是贴脸开。老司机完全不一样，老司机胳膊腿要是够长啊，他能一屁股坐后备箱里。老司机肯定比马斯克先实现无人驾驶，我管这个叫座位体前驱驾驶法。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会比我坐在新手副驾上更让我绝望，当这个新手是我对象啊。我对象是个东北女孩，比较强势，她很特别，特别强势。说梦话说的最多的都是你服吗？刚拿了驾驶证，张罗我们去甘南自驾。你说情侣两口子开车很容易吵架。刚才王哥也提了，有个综艺节目叫《再见爱人》，说是让快离婚的两口子出去自驾18天。听听。节目组就没憋好心啊！我看了正片里边自驾的镜头很少，放不出来，全得逼掉。我想看的都在那个行车记录仪里，你放出来的综艺都得改名，就叫《国粹巅峰对决》。我们是跟朋友借的一台比亚迪，我说要不我开，他一个眼神，我已经在副驾上系好了安全带。该说不说，整个人还是很规矩的，上来就按照驾校的要求逆时针绕车走了一圈，表情也极其的庄严肃穆，仿佛就在瞻仰我的遗体。话不能不说，不说他真困呢。我说宝贝，要不要喝点咖啡？不喝了。再喝晚上睡不着觉了。我说哥，你现在就要睡着了。全程他看着前边，我盯着他，他闭眼我都没敢闭眼。为了不疲劳驾驶，你就只能疲劳副驾驶。但你知道有些人呢，他是能够睁着眼睛睡觉的。我怎么发现的？他开着开着问我：“你服吗？”那我肯定是服了呀。但其实我没怎么害怕，因为我发现这台车搭载了比亚迪天神之眼自驾系统，感兜底真安全。
我说哦，原来开了天眼，你开吧，我睡会儿。我敢睡，难得我有个机会能够短眠。话也不能多说，因为懂得一个道理：太监不能干政，只能用合适的语言给建议。前面是左转，啊，右转，都能到。地球是圆的。但我觉得自己还是狭隘了，跟新手也能学到很多新技术。会车，你打转向灯，别人不一定让你；但如果你打雨刷器，再滋点玻璃水，那就有2把刷子。那次旅行我玩的特别好，每次下车都仿佛劫后余生。活着就挺好，哪来那么多烦恼？我还矫情呢，我说往后余生请多指教。他说你开吧，我睡会儿觉。我也偷偷地滋了点玻璃水，阳光暴晒，车窗上就有彩虹。他没说梦话，但我服了。那一刻我挺幸福，谢谢大家，我是辛波。谢谢辛博，喜欢辛博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美妙啊，不一样啊，真的就是不一样。咸鱼就是直接拿了个2粒子，然后起开，嘎嘎嘎就给倒上了。他这个就有点像调酒，他很稳，很有节奏，一步一步的，到什么阶段配一点什么酒啊，这个干的前调后调，最后还有点浪漫，还2个人之间的，而且其实也是在生活里边大家都能见到的这些，是小细节，非常好，我这节奏还有各方面，就是非常喜欢。谢谢王宝老师，能接咸鱼这个场子就挺不容易的。是，而且他是这在哪儿？是文接，前面一个张飞在这啪啪啪劈了一阵子，然后上来亮一把扇子，扇2下再聊，你知道这个感受不太一样。他讲的时候，这东北话挺特别的，是一种字正腔圆的东北话，原教旨。他模仿着那故事里边其他人说话的那个口音，其实跟他正常讲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的嗓音条件是我们唱。但我很喜欢他这个字正腔圆的东北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风格的一个工具。包括我看你在台上走来走去，我都跟着你那个故事的节奏都是很符合的，我觉得确实是很成熟。对，我其实在用脚画阵啊，是一个迷魂阵啊，很厉害，很厉害。因为那个本身我跟嘻哈在这个赛段就是小组，然后我们也会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包括有些表演上的东西，我其实经常就是偷学啊。学了啥呀？就是舞台上一些动作呀，包括一些声音的调节呀，我觉得都在慢慢的去做吧。我一直想拓展这方面自己的能力。你刚才说那个红灯转绿灯那个走，那个就特别妙，我一下就想到了我妈就那样的。你这里好多细节就会让我想到身边的很多人。其实你就说来说去，其实就开车这点事儿，但是你好多的角度，就反正就是非常惟妙惟肖的，把我们所有人脑子当中都填满了画面，特别有意思，特别好。因为我特别喜欢你描述那个方向盘，还有那个把手。对，我想跟任科说几句啊，因为我是个摇滚乐迷。OK。18年，我从深圳去广州，从一个地铁站出来，一转身就听到一个乐队的声音。我就感觉这个乐队又不摇滚又不民谣 ，OK。然后有一个歌声就扎到我大脑里了，就是那个你的头发是怎样被风吹乱的。哇哦，你喜欢这首歌？我其实喜欢曹操，你别怕。哇哦，他是个老乐迷，这些歌现在很少在音乐节上唱。对，因为不火嘛。但你喜欢那个我的头发那个？你看那风，有时往东吹，哎呀，有时往西吹，我的头发就是这样被吹乱的啊！哎，我开场应该唱这首歌哈，非常感谢。对，好，留个微信，下次演出邀请你提前把购票链接发给你，提前。好嘞。还在买票。
你可以买到第1张。这一看，这是个实诚人啊！是，真的是这个就好，就不用我再多夸了。然后我觉得从任科老师今天的体验来说，这一天应该是挺美好的。哎，非常是吧？从这个下午整个这开场是吧？然后中间咱们那个插招换式的聊了半天，玩了半天，也算是今天您正式的接触脱口秀，看了一整场，到最后你看。到这儿看心灵有共鸣了，你看在这儿有相拥了，多好啊！我其实不太会点评，但是其实事实上我有很多话要说，然后后面在想啊，太难了，非常难。各位都有各位自己的技术跟技巧，非常难。就想起我以前我们在做音乐，乐队在做音乐，在打磨某个细节一样，要花很多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但是你听到了，对吧？那个头发。对吧？有时候往东吹，有时候往西吹。我在想，什么人会写出这样的歌词？就风往东吹，又往西吹。然后后来知道你是海陆风人，我说台风也不会这么刮，应该是龙卷风。好嘞，谢谢新博。那新博演完，我们这半场的4组8位朋友都完成了表演，请大家都回到舞台中央。按照惯例，我们首先要为大家公布的是后面表演的4位朋友的票数，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这是最高的了，今天给你210分。哪一组会获得晋级的机会？2个人的票数相加，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恭喜新希望集团！都是向你说的本人。哎呀，很遗憾，按照规则，我还是要先请大老王、基友、几鹏、南瓜，还有多多、咸鱼暂时前往待定区。恭喜嘻哈新博直接晋级。我们吗？我们全场总分最高分。没有奖啊。没有奖。当当当当。谢谢。啊。当当当当，全仗。这次能感觉到他有这种团队和队友的那种感觉在。其实2个人其实相互鼓励，因为不知道明天会面临什么，就是你感觉他在现场在旁边，你就比较有安全感。我们像是一张桌子，看起来四平八稳的，但总有一个腿儿可能会稍微短那么一点，这一点可能就得需要朋友给你一点，让你更平稳一点。我觉得。待在一起，2个人成为感情了解的非常深刻的朋友，那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你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很难忘的事情，很难忘的阶段，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人能够在30岁左右还能够遇到这么默契的朋友，真的很珍贵。那这一组演完，我们这整个一个赛段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刚刚任科也谈到了一点这一赛段整个的感受，我们其他几位要不要也简短的分享一下，跟大家？渐入佳境，就是感觉是越来越好。就一开始其实对这个赛段开始有了一些担心，因为确实是到了中间的时候，大家创作上会有一定的压力跟疲劳，但是一看还是有办法、有能量能够出来好东西的，所以说对后面就更加不担心，就知道后边一定还是会有好作品出现。最难的关基本已经过去了。这个没办法，虽然说特别心疼选手朋友们呕心沥血准备这些作品，但我们作为观众啊，观众和演员本身你就不能一条心儿，我们必须就得逼他们，就得让他们把最好的作品拿出来奉献给大家，是吧？对，今天是一把看了很多，对，我觉得这里边各种讲法、各种类型，然后各种手法，就对我很有启迪。对，我觉得今天还是很过瘾的。谢谢双老师，谢谢。随着这场演完，我们友谊路对抗赛的下半场就全都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得票情况。淘宝闪购更优惠，你的喜报已就位，请看大屏幕。
我们恭喜本期晋级的所有演员，同时恭喜咸鱼215票获得本期比赛的最高分。够快、够好、够优惠，淘宝闪购将与你一起见证够闪耀时刻，并且为你准备了惊喜福利。再次恭喜咸鱼！除了已经晋级的这些演员朋友们，我相信无论是观众朋友也好，还是大家心中也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也会有一些遗憾。我们像以往一样，这赛段还是会根据演员的个人排名确定最后的补位晋级名单。最终我们会还有12位演员朋友再次回到舞台之上，请让我们看一下谁会回来。另外要向大家说明的是，我们这一赛段的淘汰选手中呢，有一位朋友在第一赛段获得了复活金牌，他可以在这个阶段在此刻使用。徐指导，请你带好复活金牌回到主舞台。哎呦，怎么回事啊？哎呦，竟然掉的是岛子的金牌，谁能想到呀？这谁能想到呀？第一轮发了10块金牌，然后2轮了，我是唯一一个用这个东西的。哎，得亏有我，要不然导演组想这个赛制白想了，这是。太丢人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们第3赛段友谊路对抗赛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最后，请大屏幕为我们展示一下这一赛段的全部晋级名单。再次恭喜23位晋级的演员，期待大家后续的精彩表现。到这儿，这一赛段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的气氛组组长，感谢我们主持人庞博老师，下周再见。我参加喜单的比赛，一共参加了3轮。其实，在跳水比赛来就是3轮：预赛、半决赛、决赛。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到了我自己的决赛了。能走到第3轮已经很棒了，我真是棒棒的。做单口可能更多来说是，帮助我自己了解我自己的过程。我是仍然对喜剧深入灵魂的热爱的王凯峰。这个是一贯的，不会改变，没有遗憾啊，非常完美的一个赛程。很多人吃掉，你心情就会立刻变好，这就是大老王糟心事儿的意义。李卓言，你不差的，请继续走，不要停留。我觉得我做到了享受那一刻。3次舞台基本上都是自由自在，不问前程。来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半决赛，欢迎龚玉老师、气氛组组长杨天真。我在国内都没见过跳蚤，到国外才知道这玩意儿吸血。作为娱乐公司的老板，从来只有别人骂我吸血，没想到我也有被吸血的一天。就一到那个海滩，那个画面映入眼帘的时候，妈呀，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我当时都说不出来中国话。我说 Oh my God， 你真的吓到我了。巅峰对决，那巅峰的歌手一个都没在，还有那种骂的搞笑的，说你装什么装，还戴个墨镜，你起个网名叫黑灯，就真当自己瞎了吗？有宰的真丢死！那火锅不吃，烧烤不吃，啤酒不喝，可乐不喝，你想喝什么？麻辣烫也不吃。现在小孩儿，生在杨国不知福。因为我表哥喜欢说唱。哎，哟，弟弟，你能不能不要再叫那个人演员老师？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圈钱小资，他的喜剧技巧也就骗他的粉丝。怎么样？我说我感觉你的拼音就学到了滋滋滋。但要是我要上电梯就不一样，我上电梯，我看电梯门要关闭，我就会尖叫。他能装看不见，他不能装听不见吧？等一下，太会演。老板说人齐了，这4位是体育学院的学生，跟你们一起拼场的玩家，他们4个像花瓣一样把我紧紧包围在中间，我在中间旋转跳跃，但不闭眼，转得我眼花缭乱。原来这个就是花心的感觉。第一个
晋级总决赛的演员会是谁呢？